要不是老娘当年好心收留你，你早就饿死了。忘恩负义的是你们，是你们霸占了我父母的遗产。李二狗，从今以后你死活与我家无关。宝贝啊，手头山顶那3亩地以后是你的了。老夫观你根骨不凡，将来必成大器。万山，多谢师傅。别看我年轻，3岁识字，5岁学药，7岁学医，9岁学脉曲，18岁饱读医经。那请你帮我看看这个。虎秀才放榜，李二狗，是我。诸位，一共86名武秀才前往各个流民聚集点，征召民夫灭亡。天上的道友救命！多谢救命之恩，今日欠下李二狗上药材，当百倍偿还。这是个啥？少他来自我妖魔的废部落，名叫玉山，但是我会干活，什么活都干。今日有我背手一个背锅，司马家何罪之有？何罪之有？我在今天死军队，扫平周边叛乱，不干，你个小子又上来回我，这不做出口伤，就是一件法宝。李道友，还请下山一叙。竟是专修神识的功法。司马懿，猜猜看我是谁？这才是老夫的真面目。怎么样，喜欢吗？嘿嘿。你李二狗，一切因果，皆因我当了这个郡守，天限令你就是邪修。一剑山妖，恭喜李郡守。三阳郡需在期限1个月内缴5万担军粮。若是哪一天因粮食不够发生哗变，本将也只能借你俩人头一用了。是青州有我夏明远就够，不需要镇国军。东家，我们接下来往哪里走？老罗，轮混过去。城中现在还剩下9个金丹邪修，其中2个都是我。陈哥，我突然有一个大胆的想法。奇耻大辱，追！不好！咦，他喜欢你吗？我自然是喜欢的，从看到的第一眼，我就深深的喜欢上他了。荣兴圣皇帝，仙福永享，寿与天齐。妖人屡犯我大州国土，伤我百姓。近日又攻占青州3郡，臣将举3阳郡之兵与妖人决一死战，虽死无憾。此3场现在李二狗立下首功。登省以后，你就是妖人之光。这才是我李二狗该有的样子。这些封赏本该是我的。报！活捉他，安进茅坑里泡上1年，不，10年。朱二妹去。二狗，你怎么在这里？藏头露尾的废物，有种就追过来！找到你了！什么人敢刺杀朝廷命官？吃屎的废物，来杀你爷爷啊！何方妖孽，敢来刺杀我大周功臣？两位，要不要进来躲躲？有姬松在场，只能先撤。你早就在床底下挖好了地道，还备了陷阱，
你在等人杀你？不是我等人杀，是有个高手一直在暗处盯着我。上回大街上碰到一个老头，一回头就凭空消失了。我布陷阱本来是想防那个老头的，谁知道今晚来的不是他。老头长什么样？没太看清。上回我听瑞祥说，你的地盘里冒出一个高手，流沙郡里藏了不止一个元婴，一个是来杀你的，一个是来保你的。来的这个究竟是什么人？大周的元婴，要么在边关，要么在京城。戴面具就是不让你认出他是谁。不管是谁，这次没得手，肯定还有下次。我这地洞还得再挖深点。老爷，死了371个，伤了上千。先把活人抬出来治，能救一个是一个。死的按三阳郡的规矩给抚恤，家里有老人孩子的，多给一份粮食。城中房屋塌了200多间，城墙被削了10丈宽的缺口。流沙郡这边就没多少人口，这次又折了好几百，什么都缺，人口要补，城墙要修。先从三阳郡调民夫来修城墙，粮食和工钱都由郡府出。你说这些修仙者打架遭殃的是谁？大周史上写的，立国之前修仙者混战，普通人一城一城的死，邪修趁机把活人当牲畜囤，人族差点绝种。所以大周立了规矩，在百姓聚居的地方不许动手，元婴也不能例外。等有一天我有了那个本事，在人口密集地动手伤及无辜的，不管是元婴还是金丹，死！洗了3遍了，还是有味儿。爹，你不觉得有味儿吗？没闻到。两位昨晚受惊，今天感觉如何？我们父子没事，就是衣服得扔。昨晚那个出手助你的老者，老夫匆匆一瞥，依稀是京城那边的人，你暂时可以放心。他到底是谁？为什么不肯露面？老夫也说不好，没跟他打过交道。那个老傻子，我见过他。上回在营子里，他问我叫什么名字，还问我想不想拜师。我说不想。东家说了，不能欺负老傻子，我就给他揉了一团泥巴让他玩。你给他泥巴玩，那可是一个元婴啊！他走路都慢喷喷的，问的话也傻里傻气，谁看得出来他是元婴？这个李二狗！姬松在流沙郡，短期内不能再动手了。稳住！是。这些都属实，全部属实，臣都查证过了。132名主犯从属若干，账册交割单，证人证言，臣都带了副本。132人，真行啊！朕还以为国库里多多少少还剩下15万担，你告诉朕只剩30担。30担还是臣往多了算的。仓库里看起来满满当当，其实都是石子和土块。这些行军丸都卖到哪儿去了？万妖国、桃山国、北边巨人国，哪边出价高就往哪边卖。好啊，倒卖国库资敌，这帮人胆子比朕大。朕还以为他们贪归贪，底线总该有那么一丁点。现在看来是朕想多了，他们的底线比茅坑还深。陛下，臣以为132名主犯当斩，余者按罪行轻重，或下狱，或罢官，或罚心腹。只有明正典刑，才能正纲纪，震慑天下。一次砍132颗脑袋，朝野都要炸锅。那就炸！大周这个脓疮捂了1万年，再不切开，烂到骨头里就来不及了。那就切！你说朕这个皇帝当的窝不窝囊？国库被人搬空了，朕是最后一个知道的。前线将士饿着肚子打仗，朕也是最后一个知道的。陛下现在知道了，亡羊补牢，至少羊还没死绝。
你这张嘴安慰人都像在骂人。陛下歇会儿吧，天亮了。你也回去眯一觉，接下来有的忙。208人，其中132人为首恶，按律当斩，剩下76人，臣拟了处置意见附在后面，陛下过目。明天动手。老夫乃户部主事，安敢造次？安敢造次啊！陛下先福永享，授予天启。今天不用吹了，念。臣清查朝中贪腐一案，现诏示如下：以上132人斩立决，余下76人革职下狱，一律论处。陛下，动用御林军绕过刑部大理寺，于法不合，于理不通，纵然有罪，也应经三司会诊。如此草率，朝廷法度何在？法度？国库被人搬空的时候，你们怎么不跟朕谈法度？你们天天在朕面前说自己是清官，说家里揭不开锅，这就是你们当清官的法度？司马懿，你是什么东西？你司马家当年就是因贪污赈灾粮被抄家灭族的，你修炼邪功，失谢诚信，手上沾了多少人命？你这样的人也配监察百官？臣等请诛司马懿。皇上最近天天晚上召司马懿议事，通宵达旦，什么事不能白天说。姐姐，你说皇上该不会是换了口味吧？那司马懿一头白头发，眼珠子还是一红一黑，怪瘆人的。男人进了宫，皇上就再也没来过后宫，姐妹们守活寡都快守成怨妇了。法者，天下之公器也。陛下若因132人贪墨便斩杀，却包庇同样有罪的司马懿，何以服众？陛下岂能以私废公？准奏，司马懿革去监察御史之职。臣谢恩。好，青天大老爷，这怎么使得？俺自个儿跑得慢，没躲开，哪能怪您？拿着，把伤养好，地里还等着你。要是愿意留下帮忙修城墙，每天再多算你1升粮食。愿意，愿意，不给粮食也愿意。青天大老爷说啥就是啥。老傻子，我注意你好久了，你怎么老跟着我们东家转？上回你问我要不要拜师，这回又掏个本子写来写去的。你是说书的还是当探子的？老夫就随便看看，你个小娃娃懂什么？我懂得可多了。东家说过，会写字的老头不是退休师爷，就是卧底奸细。你是哪种？退休的师爷。哦，那你写完了别乱传。我们东家名声好得很，用不着别人瞎编。上回有个叫胡阿花的贪了订户的户租，脑袋现在还挂城门口呢。你要是乱写，老夫随手记几笔游记，又不拿出去印。你这小家伙防贼呢？东家说过，防火防盗防师爷。你腿脚比我还利索，不像傻子，装的吧？腿脚利索跟傻不傻子有什么关系？傻子的腿脚都慢，我观察过的。好了，你自己玩去吧，我还有活要干。
上次那个面具人，你想出来是谁了吗？夏明远。哼，这老东西，先派杀手搞了那么多次没占着便宜，现在亲自下场。元婴打筑基还偷袭，传出去他还要不要脸？大姐说过，活了2000多年的人，越活越不要脸的多的是。下次他要是再来，不会马上来。上回吃了一嘴屎，怎么也得在家洗几个月澡。正好，我得把皇帝赏的那批紫金丹吃了，趁这段清静日子炼化。你要闭关？在外面修炼，老怕夏明远突然冒出来。你把玉符挂好，有事就激发。一直挂着呢，你去吧，我守着门，谁也不让进。东家，你可算来了！最近又收了好几百株玄元草，风雷子也收了，仓库里堆的都快没地方下脚了。田木呢？东家要做新傀儡，上回银狼部落炸完了。炸的一个不剩。傀儡好用是好用，就是太烧灵石。东家，我那个飞翼傀儡还差一只翅膀，我就能飞了。到时候打回飞羽部落，当着全族的面打败族长父子，让羽西好好看看他男人不是废物。等这批灵药收了，给你配齐材料，欠我的债别忘了。一定还！我今天又多干了快1个时辰的活，东家您放心，我现在是有产业的人。别记多了，我可会查账。我先去把那片崩雷子收了。6克，9尺9寸，多一点都长不上去。陈红叶走的也太快了，连请教一句都没来得及。幸亏我会自己炼丹，别人是等朝廷发丹药，我是自己种自己炼，玄元丹都能当饭吃。先大火锁水，再小火慢烤，刷油撒香料，最后大火焦壳。厨子说这样烤出来外焦里嫩。小黑，你听懂没？你现在嘴刁了，以前连屎都吃，现在非得烤熟了才肯下嘴。钟永博独享美食，能不能分一块给老夫尝尝？原来是前辈大驾光临，前辈请上座。老夫就不客气了。懂点礼貌，这是救命恩人。奇也，老夫竟看不透这条黑狗的品种。就是条看家护院的土狗，又懒又馋，除了吃就是睡，一无是处。老夫名叫姬松，出门游历，正好从此地路过，明天就要走了。临走前想跟你商量件事儿。晚辈洗耳恭听。老夫收到朝廷传讯，国库里行军丸库存告急，如今天下动乱，处处需要行军丸救急。其他州郡都穷得揭不开锅，唯有钟永博的三阳郡最富，还有些余粮。前辈消息灵通，行军丸我确实还有些，不过数量多，前辈一个人也带不走。要不让朝廷派个靠谱的人来接收，只是派别人我又不太放心。你看派司马懿怎么样？当然没问题，司马懿为人忠直，做事靠谱，他来我最放心。那就这么定了，老夫回去就安排。姬前辈，晚辈想请教点修炼上的事。丹田之海最多能修到多大？丹田教海可不是白叫的，理论上没极限。不过真能在筑基期就把丹田修得特别大的，老夫只知道开国太祖，几位开国功臣也算，那都是万年不遇的怪物，普通人比不了。你小子问这个，不会是你自己？不是我，是我一个朋友，他筑基期丹田到了9尺9寸，再往后就卡死了，怎么练都突破不了。9尺9寸，你确定不是吹牛？他这人挺实在的，应该不是吹。筑基期能修到9尺9寸，你这个朋友是齐王殿下吧？这跟姓什么有关系吗
酒乃天地级数，修到此处必有瓶颈，非机缘不能破。能到这个地步的，万年也出不了几个。你放心，老夫回去定将此事密奏陛下。齐王殿下这份天赋，皇室数千年来首屈一指。前辈，我就是随口问问，您别想太多。不必解释，你替我转告你那位朋友，想要突破极限，靠功法不行，得有机缘。机缘这东西，可遇不可求。那晚辈替他记下了。前辈明天就走了。老夫得赶回去跟陛下复命。那个，能不能再商量件事儿？我们这儿的百姓对前辈非常仰慕，要不您多住几个月？是百姓仰慕，还是你小子想找个保镖？都有都有。老夫是陛下的侍卫，不是地方官，能不能再派人来，得问陛下。不过临走前跟你说句实话，上次那个戴面具的元婴杀手，老夫居然看不出他的路数，要么是刻意隐藏，要么是背后有人替他遮掩。有这等本事还敢在城里动手的，整个大周没几个。前辈也没看出他是谁，老夫也没逼得太紧，但不重要。他既然戴面具，就说明他怕被认出来。你这狗有意思，好好养着，说不定将来比你有出息。前辈过奖。那个，真不能多住几天？没认出来，那就是夏明远了。世风日下，人心不古。大周立国之初，如钟永伯这般擅长务民的贤臣，朝廷里还是很多的。而今满朝文武，只有一个钟永伯了。陛下，至少还有一个。你这趟还有别的收获吗？臣得到一个消息，齐王殿下的丹田之海，可能已到了9尺9寸。9尺9寸？你听谁说的？钟永伯说他有个朋友筑基期丹田到了9尺9寸，再往上就卡死了。钟永伯一共才几个朋友，够资格跟他论交情的，又在筑基期能到这地步的，除了齐王殿下，还能有谁？这孩子像朕，沉得住气，这么大的事儿也能闷在心里，连朕都不知道，是个成大事者。陛下，此事关系重大，此事你不要对外声张，不要让任何人知道。是，属下明白。你从朕库房里拿2瓶九阳归元膏，送给齐王。是。哈哈哈哈哈！果然虎父无犬子。二狗，那个白头发的真是你家人？司马懿是我一辈子的挚友，他是那种路上看到乞丐都要把自己干粮分一半的人。就是官运不顺，当一次官被撸一次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看不惯贪官，贪官也不会喜欢他。所有贪官都会合起伙来把他搞下去。二狗，一哥，你这头发上回见才到背，这回都到腰了。你这笑话不好笑。走吧，先回去再说。这位就是弟媳。弟媳，我叫珠儿。在下司马懿。这个朝廷早就病入膏肓，浑身长满了恶疮，但不管官职大小，依然要为大周治病。你要对付那些官员可不容易，他们会反扑的。我都没怎么明着得罪夏明远，他就派杀手不够，还亲自上门了。你以后得罪的人更多，不让他们吃牛羊，他们就要吃人。至少我做过，死而无憾了。万一成功了呢？好吧，如果舔混不下去了，到我这里来。查行军丸的仓库只是阻力最简的开端，接下来会更难，会触动更多人的利益。知道了。把这些带着。傀儡、崩雷子、毒药，该炸就炸。站住！缴过路税1/10。本官为朝廷押粮，公文在此。什么官文？在这儿老子说了算。
稳住！叫什么名字？哪个衙门？无官方凭证收税，以盗贼论处。看什么看？没听到我说话吗？司马懿，你不是正人君子吗？今天倒要看看你杀是不杀。想逼我杀人，好泼脏水！后退逃跑者入敌击决！哼，几只傀儡罢了。司马懿人呢？你家公子去哪儿了？周永伯，我家公子往那个方向去。司马懿，你自诩正人君子，却是个不折不扣的邪修！老夫要把你送到京城，让隆兴圣皇帝看清你的真面目！珠儿，布下你的蛛丝大阵，把这些人全网进去，一个也别放走。你的蛛丝大阵可以收网了。好，蛛网天罗，招！珠儿，咱们玩个游戏，我扮成邪修逃跑，你来追杀我。好呀，好呀。胡老魔，你修炼邪功屠杀平民，我今天要为民除害。胡老魔，你修炼邪功屠杀平民，我今天要为民除害。你这个忠勇的媳妇，不要多管闲事！老胡杀几个人修仙，关你屁事！你杀那么多修士，今天我一定要拿下你！你是个疯子！我不就是杀了几个修士吗？胡老魔，你修炼邪功屠杀平民，我总今天要为民除害。
不是胡老魔吗？他怎么了？胡老魔，你歇够了没有？我又来追杀你了。珠儿，咱们一追一逃已经跑了1天了，应该差不多了吧？你看周边那几个郡城的百姓都还不知道呢，咱们再追1天好不好？行吧。你这婆娘不要追了，老胡知错了。你这邪修，给我站住！你知道我是谁吗？老胡知道了，那是三阳郡李二狗的媳妇儿。胡老魔，我今天要为民除害。珠儿，你是跑不掉的。李夫人，我来助你。你是什么人？我胡某人与你无冤无仇。胡老魔，你作恶多端，人人得而诛之。老夫不信邪修中还有你这么正直的人。你是怎么修炼到金丹的？嘿嘿，就让你死个明白。来世的人还真是阴魂不散。俗话说冤家宜解不宜结，老胡向你们道个歉，咱们双方重归于好，如何？放屁！道个歉就完了，你让我砍你一刀如何？你的心胸为何如此狭隘？冤冤相报何时了？我劝你放下仇恨，我们一起合作，展望未来。老夫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。这位道友，你是不是弄错了？我是来帮你的。一点也没错。你们是一伙的，你们不能杀我！我是黑市的人，就算朝廷官员也不敢杀我。只要没人知道不就行了？胡老魔杀几个黑市的人，关我李二狗什么事儿？青天娘娘，李夫人侠肝义胆，我们有福啊！还是没醒。上次发狂只昏了几天，这次已经整整10天了。要不要送去京城？他现在这样子送过去，之前屠杀村庄的事怎么解释？我们好不容易把锅甩给了胡老魔。我们万妖国有一位杨神医，我大姐以前受伤也找过他，他医术很厉害的。带路。杨神医，哎呦，珠儿，你怎么来了？晚辈李二狗见过杨神医。你身边这位人族少年倒是不错，是位少年俊杰。这就是我等了1000年的男人，很不错吧？确实很不错。这老头难道能看出我的丹田？杨前辈，我的一位朋友出了些问题，想请你帮忙。无妨，让我看看。进屋说吧。是。他修炼不得法，被血煞侵入体内，蒙蔽了灵智。这血煞早已侵染全身每一处，药石难医，需以金针催动法力，将血煞重新凝聚，以开窍明悟。
是你杀了我，是你杀了我，是你杀了我。不是这样的！呀，你醒了？怎么样？还好吗？杨神医是不是没治好？人好像变傻了。老夫的医术没问题，有问题的是他自己。珠儿，咱们先出去，让他自己清静一下。他为什么打自己？他心里难受吧？当年安城县百姓在县官挑唆下杀了他全家满门，后来安城县遭灾，他还是不忍心看那些人死，拼了命去救。杀全家的人他也救？他就是这样的人。现在他自己手上沾了那么多条人命，他心里那关过不去。那你帮帮他吧。这种事谁也帮不了，等他能从那张竹床上站起来再说。杨前辈，我朋友那种情况能彻底治好吗？不可能，血煞早已炼入骨髓，就算把血肉都剃掉也好不了。这些血煞会跟他一辈子，全凭意志力压着。心神稍有松懈，血煞就会蒙蔽灵智。那岂不是时时刻刻都在煎熬？对，你这位朋友倒是大毅力之人，普通人扛几天就垮了。哦，对了，说到这个，老夫手里倒有几粒丹药，对他克服血煞有点帮助。此物还是当年从一位元婴道友手里换来的，只可惜那人早已不在人世。老夫手里的这些可能是绝品。这丹药有点眼熟啊。杨前辈，我这也有个差不多的，您看看。哦，你这粒丹药是哪儿来的？以前从一位邪修手里得到的，看着跟前辈的有点像，但不太一样。当然不一样，你这个更纯，一看就是炼丹大师亲自出手。可惜了，老夫没机会认识这样的高手。是啊，早知道当初就多打听一下。所有种族里，就你们人族最灵巧，会种地，会织布，会炼丹，还会读圣贤书。前辈过誉了。老夫对炼丹一道向往已久，可惜只略懂皮毛。前辈，我这粒丹药能给他用吗？可以，但能帮一时，不能根治，最后还是得靠他自己，用毅力跟血煞对抗。多谢前辈。前辈出手救治我朋友，晚辈身上没带什么值钱的东西。无妨，彩衣娘娘当年对老夫有恩，朕非免了吧。那怎么好意思啊？对了，前辈，您吃不吃茶叶？茶叶？这是云雾山灵茶。我在那边有个朋友，这是他送的，还请前辈不要嫌弃。你朋友还挺多的，出门在外多交几个朋友，办事方便。正好老夫会炒制几种灵茶，不如顺便教教你。多谢前辈。陛下，这是今年的粮草清册。今年的粮草收成不错，你这批行军丸够前线顶3个月的。要是让朕自己掏零食炼，国库底子都要刮穿。钟永博这人旁的不说，出手是真阔。钟永博说，这些都是从妖人手里缴获的战利品。谁要是不信，可以去找妖人的风老祖对账，或者找妖人的2把手驴将军。找
找风老祖对账，他倒是敢说。行了，这次你和钟永博都立了大功，明日朝堂上论功行赏。谢陛下。哦，对了，听说你们在路上遇到邪修袭击了，死了不少人。幸亏钟永博的夫人出手，才驱逐邪修。可有此事？启禀皇上，其实并没有邪修，一切罪责都是臣神智失常时所犯。臣为了洗脱罪责，才编造了那些流言。臣杀了无辜百姓。原本臣该以死谢罪，只是心里还想着，还要为大周治那些顽疾。臣留着这条命，就是这个原因。陛下若要让臣以死谢罪，臣现在就领。慢着，很好，你能向朕坦白一切，不负朕对你的信任。你记住，这一切都是邪修胡老魔所为，跟你没有任何关系。陛下，朕说得很清楚了，是胡老魔干的。以后谁再提这事，让他来找朕。起来吧。多谢陛下。哎呀，老驴，你可算回来了！你每次一走就是好久，一点消息都没有。我是真怕你被青州军暗算了。最近营里怎么样？将军留下的驴血笔记，属下都整理好了，增了治政篇和实战篇。目前全军上下人手一本，学习热情很高。可不是，上回妖将们因为战利品分配差点打起来，我背了2句你的驴学，他们就不闹了，真管用。那就好。不过驴学这东西吧，要在实践中灵活运用，不能死记硬背。比如那句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，不是说真的不打，是该打的时候往死里打，不该打的时候一兵一卒都不动。该打往死里打，记下了。我这次回来待不久，营里的事还是交给你们。记住，青州军那边暂时不会动，但别松懈。谁敢擅自出兵，我回头拿他试问。放心，谁敢乱动，我第一个抽他。二狗，咱们为什么不住三阳郡城，非要搬回这里？上次夏明远在流沙郡城里动的手，你记得死了多少人吗？371个。蛇口山周围没有百姓，他就算来了，炸的也是石头，不会连累人。他会来吗？他迟早会来。山脚那片林子看见没？地上盖了层薄土，底下是崩雷子和毒药。山魈那片乱石堆底下藏了幻阵，幻阵下面藏了丝线。山顶石屋门口那个最狠，埋了2000颗崩雷子，加了双倍的毒液。夏明远要是敢摸到门口，保证让他比上回吃得更饱。这个东西是好，就是太臭了。臭是他的事儿，活命是我的事。这些傀儡也要装进陷阱里吗？这些是卖的，黑市那边一只筑基傀儡能卖1万灵石。常灵儿说了，再凑10万灵石，蛇口山就能动一次手。常灵儿是谁？蛇口山的气灵。许峰当年用这件法宝镇压了他，他死后化成了气灵，永远离不开这座山。还差5万灵石。2年了，李二狗，这笔账该还了。司马懿在京城外面遇伏，姬松跟在后面一网打尽了。隆兴圣皇帝拿司马懿当饵，真舍得。姬松既然在京城，三阳郡这边就空了。李二狗把这些人当大爷一般纵容，刻意搅局。待我除掉他，便加重赋税，将粮食尽数搜刮一空。
同样的坑，还能让我踩2次？他来了，绕开了聚灵阵，正往中间那条道走。他踩中了吗？正往上踩呢。你看，3、2、1，靠！这是。成了！叔子，常灵儿以前说自己很强，我以为她跟我一样是吹牛的。你的法宝好厉害，就是有点臭。只要能揍元婴，臭怕什么？我看你还有多少灵气和我耗？没灵气了吧？快逃！走！还想跑？关键时刻掉链子，不好！滚！去！珠儿！全压上了。区区蝼蚁，居然能正面接下老夫一击，此子断不可留！这一拳是上次那口屎，这一拳是刚才那口屎，这一拳，这一拳，老子要把你打成肉馅儿，带回去泡1年！逃了！那只蜘蛛的挪移符至少500里，追不上了。你的底牌我看清了，蛇口山是法宝，可惜只能砸1下。黑刀废了，蜘蛛跑了，你浑身骨头全碎，只剩一条狗在你头上趴着。这次算你命大，下次没有下次。二狗，你怎么样了？放心，死不了。你坚持住，我带你去找杨神医。杨神医，救命！珠儿，你背上这是？是我男人二狗，你快救他！快搬到屋里来！杨神医，二狗还能救吗？
救活应该没问题，但他浑身骨骼尽碎，血肉跟骨头全打成了浆，只有心脏和脑袋保住了。下这种重手的人就没想让他死，是想让他活着受罪。老夫能保住他的命，但修为怕是全废了，以后只能卧病在床。不能再站起来了吗？珠儿，二哥，你醒啦！杨神医说了，你受的都是皮肉伤，吃点药就能好。珠儿跟着自己还是学坏了，都学会撒谎了，只是撒谎的水平差了点儿。把这个药到热水里，把它泡进去，每天换一次药。我这是……二狗，你醒了，眼睛你就醒了，你怎么就这么傻呢？杨神医，还有别的办法能救二狗吗？唉。二狗，没事的，吃完药就能好。二狗，我求你了，你理理我吧！只要能救二狗，求你，求你！用你一生换他的心声，你可愿意？愿意。丹田之海突破1丈了。道友，你醒了。道友，请穿上衣物。敢问道友，此为何处？我怎么会在这里？此地乃东海龙池岛，老夫只管看门。半年前有2个龙血族人把你送来的，其余老夫不知。龙池岛在什么位置？东海龙血海域，你往太阳下山的方向走，就能到大洲。多谢前辈。大鹅，往西飞，回大洲。珠儿，是你把我送过来的吧？你回三阳郡了吗？终于能回家了，也不知道珠儿怎么样了。大鹅，再飞快点。还没到吗，大鹅？你是不是飞错方向了？书上说大海浩瀚无边，我以为是夸张，还真不是夸张。大鹅加油，你是最棒的！那只大乌龟怪不得只跟我说往太阳下山的方向飞，他忘了告诉我海上会起雾，会阴天，会迷路。下次再见到他，把他龟壳扒下来炼丹。跑跑啊！
别说话。海面终于平静了。倒霉，沉海底了。以前服1粒玄元丹能长20滴法力，现在只长1、2滴。唉，这法宝每天像个寄生虫一样吸着我的法力。东家，这里的玄元草也都熟了。幸亏雨山种了几10亩玄元草，要是全靠朝廷的赏赐，早饿死了。不能浪费时间了，我还要去找珠儿。你这头憨货，能听到本神说话吗？是谁？谁在和我说话？你在哪里？快出来！会说话，能沟通，就能忽悠。别找了。我是海神，你看不到我。什么海神？我从没听过。好痛！我知道错了，神灵老爷。神灵不可亵渎。好痛！我知道错了，神灵老爷。神无所不在，你是被神眷顾的人，逃不掉的。神灵老爷，我错了，我不跑了，您让我干啥就干啥。好，接下来神将考验你的诚信。你是哪一族的？叫什么名字？我是朱婆龙一族的，我叫巨伟。这里是什么地界？龙血海域。传说很久以前有条真龙在这里坠落了，龙血染红了整片海而得名。你这次出门去哪儿？去龙骨城，我去卖点土产药材，换点零食，买丹药。神灵老爷，您看见了吗？这地方没规矩，看谁不顺眼就吃。您一定保佑我别遇上饿的。哼，这小子。换点零食。碧水珠，书上说很贵，在龙骨城到处都是。客官要点什么？本店有新到的玄元丹，刚从大周王朝国库里直接贩过来的，绝对正品。玄元丹怎么卖？201粒。太贵，有没有便宜点的？您来得巧，还真有。带灵气的行军丸比普通丹药实惠多了。这不是我刚运到京城的粮吗？哪个王八蛋下手这么快？这个行，还有灵气，给我来2坛。大周的官看起来比邪修还狠。客官，玄元丹要不来1粒？
这可是大周的正品，卖一粒少一粒。不了，行军丸就行。神灵老爷，那玄元丹太贵了，我卖一趟药材才挣几十灵石，一粒丹就要200，抢钱呐！你把眼光放宽点儿，看看脚下踩的是什么。地板，冰冰凉凉，还是地板，就是一块普通地板啊。这不就是普通垫着石吗？我们这儿铺路都用这个。此时在凡人的陆地上叫幽寒铁，拳头大的一块，能卖出好几百灵石。那我天天在这上走来走去，这不是采灵石吗？你再抬头看看城墙。真龙的骨头，真漂亮。这墙有什么说法？光是这个光泽度，在陆地上就能卖出天价。你想想，如果这些龙骨是你的，你下辈子还用得着买行军丸吗？陆地上的人过的是什么日子啊？连石头都要抢着买。东海地大物博，好东西真不少。要不是现在不方便，恨不得把这房子、城墙、地砖全搬回去。居委，供奉神灵，可赐你玄元丹。神灵老爷怎么供奉？供奉行军丸1粒，5色海藻3株，1粒3株，可得1粒玄元丹。这么简单？供奉神灵，只需要诚意足够便可。与物品价值无关。神灵老爷，我有诚意，我从小就对神灵充满了诚意。将供奉物摆在身前，闭上眼睛，祈祷即可。哼，收。睁开眼。多谢神灵老爷，我对神灵老爷的诚意天地可见。神灵老爷，这次供奉珊瑚草3株。神灵老爷，接下来供奉什么？供奉1颗碧水珠，可得50粒玄元丹。50粒，神灵老爷您等等，我马上去。老板，来1个碧水珠。这么点财，不够。我们一族的鳞片以坚硬著称，你要不要？我的乖乖，自己身上的鳞片都掏出来了，这今天碧水珠要是不卖，鬼知道他还要干啥呀？拿去，真是个狠人啊！这辈子没做过这么大的买卖。消息属实吗？当然，真龙遗失的那半个龙腰子就在黑暗海渊里，已经有好几波强者赶过去了。那咱们也去看看，运气好，说不定能捡着龙腰子的一点边角料。赶紧走！真龙的半个腰子，这消息值得去看看。反正躲葫芦里，有危险就溜，不亏。哼。神灵老爷，碧水珠已供上，还请降下神迹。多谢神灵老爷，接下来供奉什么？暂时不用供奉了，神灵指点你一个新地方——黑暗海渊，那里有大机缘等着你。
你是被神灵眷顾的人，怕什么？对对对，有神灵老爷在，我怕什么？嘿嘿嘿。为了大好机缘，嘿嘿，我刚去弄了2颗中品素油丹，咱俩今晚就能到黑暗海渊。妙啊！像这么快吗？应该吧。神灵老爷，这里头真的有我那份大机缘。神灵不会骗你的，下去吧。臭咸鱼，你的素油丹根本没有用。唉，我费了老大劲儿才搞到手的。算了，来都来了，不说那些。听说真龙那半个腰子就掉在这底下，那得看运气。当年分食真龙尸体，抢到龙肉的，现在肉身强的离谱；抢到龙鳞的，进化出了硬壳。谁要是能找到这半个腰子，那可就一飞冲天了。我是被神灵眷顾的人，神灵亲自指点我来这里，跟着神灵走，优势在我。神灵老爷，我现在该往哪儿走？不急，成大事者必有静气。这黑暗海渊也太黑了吧！以我现在的神识，勉强能看清2丈。神灵老爷，我的神识只能看到1尺，连自己尾巴都看不见。神灵老爷，我们还要往前走吗？这地方什么都看不见，每一脚都可能撞进凶兽怀里。我呀！无需惧怕，神赐你逢凶化吉，往左侧走3步。黑冥草。一株就价值上百灵石，感谢神的恩赐。有神灵老爷在，还有什么好害怕的？往你右边捅1刀。凶猴，传说这家伙当年吞了真龙的地气，残暴得很。幸亏有神灵老爷提前指点。将内丹供奉给神灵，神灵将继续庇佑你。能在黑暗里给我指路，这可比玄元丹值钱多了。神灵指示，可以继续前行了。是。萧晨，这么大个事儿，咱们兄弟几个扛得住吗？要不要禀报老祖？老祖正闭关，这点小事别打扰他。咱们5个联手，整个龙血海域。除了元婴老怪亲自出手，还有谁能敌？大哥说的对，老祖来了，那半个龙腰子就没咱们的份儿了，连汤都喝不着。那些被引来的炮灰越多越好。老3、老5，你们再去龙骨城散一波消息，多引点过来。是。一路上带着巨尾，弄了不少的内丹灵草，不虚此行。
又走。神灵老爷，后面是不是有动静？跑，往右，别回头。神灵老爷，我们怎么办？往右边走，跟着前面那几条蛟龙走。停！接下来没有我的吩咐，不要发出任何声音。幽寒铁矿石，黑铁小树，这么寒，必定是那半颗龙妖子无疑。肾属水，藏先天阴阳，本就偏寒。你们几个在外面守着，我进去看看。凭什么你一个人进？要进大家一起进，谁也别想吃独吃。我进，我进，还没见到龙妖子呢，自己先打起来了，这一家子感情真好。先把这些根砍断，这东西就是那半截腰子，错不了。这玩意儿也太硬了，真龙肉身当年那些海族是怎么咬动的？别废话，快砍根！那只巨兽快回来了！这些蛟龙一看就不会过日子，有了龙腰子，小树就不要了。好歹也是吸了几万年腰子精华的材料。不错，这次收获颇丰。巨兽回来了，快砍！神灵老爷保佑，我是你最虔诚的信徒，神灵老爷救命啊！至少又能得一颗金丹，据为你自求多福吧。哦，刚从巨尾肚子里出来，又被巨兽吞了，我这辈子跟嘴有仇啊！感谢神灵的恩赐。这货皮糙肉厚，挠肚子跟挠石头一样。等他拉屎把我带出去，不知道要多久。这玩意儿几万年能量流失，周围的石头都成了灵矿，还剩这么多。如果能吃下去，说不定能直接冲金丹。哎呦，问题是咬不动。当年那些海族到底怎么吃的？来，成了。咬不动的东西煮一煮，煮出丹药，跟熬谷子汤一个道理。先尝尝。不对，也不对，哈哈哈！1粒顶100粒轩辕丹，再来。
运起来了，门板都挡不住，这巨兽简直是送外卖的。好饿啊！听说了吗？黑暗海渊的巨兽吞了半截龙腰子，那可是龙族至宝。走，组队去海渊碰碰机缘。1、2、3、4、6，不对，应该是8。吃了8个，怎么还不饱？再吃10个。老祖，就是这头畜生吞了那半截龙腰子，老三和老四也死在他手里。拍脑袋会变傻的。畜生，把龙腰子吐出来！别拍我头！这畜生皮太硬了，老夫法宝都破不开他的鳞，得叫帮手。这小水蛇真烦，又得重数。1、2。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又来了，真烦。我来。说了别拍头，会傻的。孽畜！跑得真快，必须尽快找到他。龙腰子再拖就被消化干净了。老祖，我再去引一批海族进来当探路的，人多总能把他逼出来。奇怪，怎么吃了这么多，肚子还是好饿啊？又来了。不错，最近攒了10几颗蛟龙金丹，最小也有拇指大小。海族身上的材料也攒了一堆，这块做吊坠不错，回头送给珠儿，她肯定喜欢。等从这里出去，第一件事就去找她，再好好商量一下。自家男人是用来疼的，不能吃，吃完就没有了。一共27颗龙腰子丹药，服用后，随着修为不断升高，丹田之海从1丈3尺一路扩张至1丈9掌，又卡住了。上次卡的抓心挠肝，这回有了经验。
腰子丹多灌几粒就过了。2丈9乘9寸，差1品3丈，摸出规律了，每到9就卡1回。是时候了，结金丹。1粒不够，再来。这是人能修出来的？我这脑袋大的金丹，说出去谁信？别人肯定觉得我这人不实在，除了吹牛啥都不是。大鹅，我也会飞了，咱俩比一比。小时候最羡慕修仙者不用吃饭，现在梦想实现了。哎，不对，借什么借？哈哈哈哈！每年收那么多地租，本来就吃不完，把饭借了，那些粮食不都浪费了？我李二狗就算修到元婴，也绝不借饭。哟，金丹倒是挺大的，就是你这丹田之海全是干的，一滴法力都没有。当年长灵儿的丹田那是一片大海，一颗明月从海中升起。你就说大不大吧？大。那你再看我这颗金丹，可曾见过这么大的？大，很大。哪怕上古时期资源丰富，也没有这么大的金丹。你到底吃的什么药？区人头大的金丹罢了，随手练的，有什么好大惊小怪？真是没见过世面。那你倒是把你的30丈丹田填满再说。光有金丹没有法力，大家一拳就空了。这不是有龙腰子吗？等我把那半截腰子练完，打遍同级无敌手啊！没想到我突破到金丹之后，连葫芦也升级了。真是块风水宝地，每天躺着都有收获。小黑、雨山，接着，这海产品可比闭眼灵牛还补。神识能看清4丈，元婴也不过如此吧？你见过那头巨兽？说它在哪儿？就在那儿。看不见我，看不见我！快结阵，别让他跑了！去！哦，打他头！畜生最怕拍脑袋！别打脑袋，别打脑袋，打了会变傻的。老祖，我锤子都轮冒烟了，破不了防啊！撤！现在只需静等那个傻子上钩即可。
老祖英明，走了。就你们那些三脚猫功夫，还想抓住我？哼哼！废物，只会用这些下三滥的手段，有本事接着打我呀！你这头蠢货，把吃进去的东西都吐出来，老夫可以饶你一命。我不可能吐出任何东西。吐不吐？不吐接着垫。我吐，别杀我！我吐。不对，这畜生吞了不少金丹高手，肚子里连半颗金丹都没有。好啊，老夫还想饶你一命，结果你不老实。行，嘴够硬，继续打。说，你把金丹藏哪儿了？鸡蛋，那不是陆地上才有的东西吗？好歹我也住过他的肚子，多少有点香火情。想想法子，3条元婴别把他打死了。给我狠狠的打！这畜生真抗揍，打了一天连个屁都没问出来。先回去歇会儿，吃点东西再来。快放了我！我肚子里真的没有东西吐了。咦，你怎么跟我一样？我们是亲兄弟，我每天都记着你，想来看你，你竟然把我忘了。你再想想，小时候咱俩一起玩泥巴的。兄弟，我忘了。哎，这不怪你，多少时间没见了。兄弟，救我！这兄弟真傻，也不知道先帮我解开绳子。别急，先听我说，别声张。那3个蛟龙要把你的腰子割下来做烧烤。兄弟，什么是烧烤？好吃吗？忘了水底下做不了烧烤，这家伙大概一辈子没吃过。烧烤就是把你的腰子放在火上烤，烤得滋滋冒油，撒上香料，感觉很好吃啊。他们还要把你的鳞片剥下来做甲胄，把你的筋抽出来做弓箭，把你的肉削下来炖汤。好喝吗？你就不能跟他提吃的，一提到吃的话题就歪。这副馋样跟小黑一个德行，无语。兄弟，快告诉我，到底好不好喝？很好喝，但他们不会给你喝，他们会把你杀死，大卸8块，骨头都磨碎了。总之你一根毛都吃不着。好，怕兄弟救我！怕就别说话，我把你藏到一个他们找不到的地方，你不要有任何反抗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跟自己一模一样，真是亲兄弟。行了，快站好，千万别反抗，不然我可救不了你。好。嘿嘿，这龙宫还挺有意思的。今天收获不少。拆下来，回去给珠儿盖个漂亮房子。出事了，巨兽跑了，我们快去禀报老祖。呼，这趟海底没白去，龙腰子到手，结丹成功，捡了几10颗海族金丹，还白得一只巨兽当打手。
大鹅，往西飞！回家，珠儿还等着呢。青天大老爷，青天大老爷回来了！愿青天大老爷大富大贵，长命千万岁！我其实也没对他们特别好，就是把他们当庄稼一样养着，定期收割。他们倒把我当亲人。李二狗，司马懿，你总算回来了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还想着珠儿会不会飞出来接我。回去再说。东家，您终于回来了。珠儿还没回来？没有，自打上次蛇口山出了事，珠儿姑娘就再没露过面。我们派人到处打听，也没找着你们俩的消息。大家都以为是珠儿姑娘跟您在一块儿呢。先说说这段时间出了什么事，百姓们怎么哭成那样？东家，你有所不知，当日蛇口山大战之后，山不见了，只剩一个大粪坑。老爷您失踪的消息传开没2天，青州府那边就给咱们3郡下了文书，限期缴纳500万整粮食。夏明远趁火打劫的本事比他打架的本事强了不少。他们不光发文催粮，还直接下乡抢，咱们的兵跟他们起了好几次冲突。后来青州那边又派来个叫夏银的金丹修士，带着一帮虎狼直接冲进来抓咱们的兵问罪，当场就砍了好几个。青州的官跟盗贼有什么区别？要不是陈将军赶过来，被抓的那些人都得死。可陈将军一个人也撑不过来。最狠的一次，青州府直接派兵把咱们3个县令抓了，安了一个贪墨的罪名，当场斩首。几个县的库房全被他们当赃物打包带走了。县令也敢杀，还安罪名。后来青州又要咱们出30万精壮民夫，说送到跟妖人打仗的前线修工事。30万，这是要把咱们的壮离力全抽干净。我们不配合就硬抓，又死了一批人。直到司马大人来了才顶上，后面的事得司马大人自己说了。我听说你这边出了事，就向陛下求了个差事，把我派到三阳郡当临时郡守，臣恳请陛下恩准。陛下也不乐意看着三阳郡被夏明远吞了。你一个人来？我上回在蛇口山被夏明远偷袭，他难道就不会对你动手？姬松陪我来的，进城那天他高调亮了个相，让全城都看见了。当天晚上他就悄悄回了京城，说陛下身边可靠的人不多。这就够了。你不在的这段时间，我按着你的规矩维持住了局面，基本上一件事都没出大乱子。三阳郡交给你，我放心，你不会乱搞我的庄稼。我不能久待，朝廷那边从斩出第1刀开始就没有回头路了。陛下身边快没人了，你帮我再看几天，我得去办点事。是去找珠儿？不过在找他之前，先找夏明远收点利息。怎么还没抓到？听说这次跑去抢炼丹房了。当初随口一提，还真流毒几百年。这蝴蝶仙子比我勤快，来而不往非礼也。去黑市回访一下。啊，这是搬家了。看花柳还是堕胎？老子什么都不看，就是要进黑市。你要看花柳还是堕胎呀？我看你大爷！前辈，还请不要破坏黑市规矩。我胡老魔就是规矩。住手！胡老魔，你数次破坏黑市规矩，
老夫今日必将你擒拿归案，斩首示众。城中人口密集，无异动。老夫今天还有事，不奉陪。老匹夫，休走！吴老魔，受死！这不可能！这件宝物与老夫有缘，暂时收下了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你与黑氏为敌，黑氏不会放过你。你根本不知道黑氏的底蕴有多强，此事不用你操心，安心上路。黑氏的账清了，下一个夏明远。夏明远，你作恶多端，残害生灵，为天地所不容。就连我这个邪修都看不下去了。你看他那三角眼，跟天上的星星一样傻。代表天下邪修，代表天下苍生，这个胡老魔讲义气。必可取而代之。夏明远，缩头老乌龟，哪里来的狂徒？活得不耐烦了。这几年遇到的邪修和妖人，一个个脑袋都有病，没事就跳出来找我的麻烦。夏明远，你作恶多端，老胡今天要替天行道。开！胡老魔，拿命来！雕虫小技！他的强度还是比夏明远差。区金丹邪修，竟能跟我正面硬刚10几个回合，此人不死，将来必成大患。夏明远，老夫今天还没吃饱饭，不跟你打了。想跑，留下命来！胡老魔，今日就死在这里吧！谁要割我腰子？兄弟，是他，就是他，他要割你的腰子做烧烤。兄弟，怎么变成这个样子？嘘，别声张，我怕别人认出来割腰子，才变成这样的。呵呵，真傻，呵呵，把眼睛捂住，别人就认不出你了。这么简单的办法都想不到。这是什么怪物？上次在蛇口山差点被夏明远打成肉馅，今天欠我的连本带利，
先收一成。哼！这畜生！法宝砍上去只留白印，比蛟龙还硬。好。这一下是替珠儿还的。这一下替我自己，这笔账我等了快3年了。胡老魔，一个金丹，一头畜生，把我逼得如此狼狈，该死啊！真该死啊！不能回去，火好可怕，但傻兄弟还在那里。傻兄弟，我救你！放我下来，我还能打！不放！你太傻，火都不躲，回去会死。好，兄弟，放我下来吧。兄弟，你太傻，以后看到火就跑，记住了。好，记住了。疼不疼？嘿嘿，不疼。舒服。兄弟，你在哪儿？走你！兄弟，坏人呐！好了，暂时不会再来了。对了，兄弟，你想不想吃烧烤啊？想吃，但我腰上没有2个腰子，真的没有。我知道，咱们今天烤牛，不吃腰子。不吃腰子。当当当当，烤全牛。火！你看看，就这么一小堆，一点也不可怕。好香！靠近点儿，不烫的。这火连你的鳞片都烤不热。看吧。尝尝看。这个好吃，比生的好吃。火呢，只是工具，跟石头木棍没什么两样。用好了，能把牛肉烤得最香；用不好，才会烧到身上。那个坏人拿着火箭吓唬你，他不是火的朋友，他是仗着火欺负你。
火好吃，人坏人。对，你记住了，怕火不怕人，绕着走，别硬扑。他在你左边，你就往右绕；在你右边，你就往左绕。你的爪子比他整个人都长，绕到他侧面，他一剑劈不过来，然后你就可以拍他的腰。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这胡老魔从哪儿弄来的奇珍异兽？邪修作乱，祸害黎民百姓，胡老魔已被老夫打得抱头鼠窜，今抓获邪修同伙1名，暴尸10日，以儆效尤。不是说被2个元婴围攻打断了骨头吗？你没看他头发梳得纹丝不乱，衣服连个褶子都不见，真要有事儿还能这么精神？那胡老魔8成是个草包，白让我们高兴1成。只要没人看到我挨揍，那我就没挨过揍。听闻家主与邪修大战一场，属下心中甚是担忧。这几株灵药都是疗伤的珍品，想亲自呈给家主，尽一份孝心。市井传言纯属空穴来风，家主一切安好，正在里面修炼，不便打扰。黑衣1号和2号都折了，4号又不太靠得住，如今只剩下我一个挑大梁的。我是夏家的女婿，信得过的自己人。你能这么想就好，平时尽量少露面，把黑衣做大做强。另外，你去查查城中那些谣言是谁散出去的，查清楚。是。家主，家主，我不是说过不要打扰？城里最近在传谣言，说的不太好听。什么谣言？说来听听。说家主被2名元婴围攻，打断了骨头，跪在地上喊爷爷。不可能！没。去查，谁传的谣言？速去！只有强者才有人围着转，受了伤的猎物，不用等猎人动手，旁边的狼会先把你撕干净，不能让人知道，谁也不能。兄弟，烤腰子好吃。烤肉和烤腰子确实好吃，哼！但上次那个坏人，不但要抢我们的烤肉，还要把我们抓起来烤了吃。你说，咱们能让他抢吗？不能。那咱们去找那个坏人算账，把他的火焰剑抢过来烤牛腿。逃！火好大，脑子会烤坏。上次不是练过怎么绕他吗？逃，兄弟，你也逃。算了，这仇是指望不上巨兽了，还是先找珠儿。晚辈李二狗见过杨前辈。二狗，你的伤全好了。说来话长。对了，杨前辈，你有没有看到珠儿？珠儿不是和你一起离开的吗？那天你一直昏迷不醒，珠儿磨着我想法子，老夫该用的办法都用了。老夫冒昧问一句，你的金丹有多大？不方便可以不说。
也就鹅蛋那么大吧。鹅蛋那么大，当世的天才，你绝对能排进前10。不敢当。既然珠儿不在你这儿，我得再去别处找她。哎呦，鹅蛋大，那得多大的金丹呐！珠儿没有回来过，你把人弄丢了还敢来？上次从我们洞里拐人，这次又来讨骂。三姐责备的对，是我的错。我就问你一句，珠儿现在到底在哪儿？三姐放心，我一定会把珠儿找回来。哎，妖人大军的地盘，好久没露脸了。嘿嘿嘿嘿嘿，快点儿！驴将军，驴将军回来了！将军，将军，本将离开的这段时间，一切可还安好？将军，一切安好，治下人口已达100万，属下和赤林时刻谨记将军教诲，计划开设学堂。让所有妖人和人族子弟从小就学习驴学，请将军做最高指示。这段时间辛苦大家了，今后还要再接再厉，共创辉煌，建设属于我们的美好家园。马明，对面青州军弄来修工事的那批民夫打哪儿抓来的？据探子汇报，是从三阳郡抓的。夏明远趁您不在，抢了不少壮丁。夏明远，快干活，别磨蹭！妖人来了，逃啊！驴将军，这些人果然是三阳郡的，审了3个，全说的一样。把人全带回三阳郡，跟那边的黄老财换几粒丹药，就说是妖人卖个人情。马明，将军请讲，这笔交易记在咱们账上。先去龙雪海域，再打听珠儿的下落。他把我送到龙石岛，龙雪宫的人应该知道些什么。你们在打什么？让开，让开！老子赶着去蛟龙族那边抢龙腰子呢。龙腰子不是早被人取走了吗？听说蛟龙族私吞了腰子，还把巨兽灭口了。现在整个龙血海域都联合起来围攻蛟龙族，他们快扛不住了，去晚了连汤都喝不着。算了算了，我跟你一个人族说这么多干什么？快让开！嘿嘿，这个锅蛟龙族背得结结实实。站住！有通行令牌吗？第一次来，没有令牌，没令牌就得测血脉。龙血宫可不是谁都能进，在下可是金丹。元婴老祖也不行，把他握住。绿色，居然是绿色！我们这儿好多年没出过绿色了。吃过龙腰子的人才绿色，赤橙黄绿青蓝紫，绿色才第4等。这帮螃蟹没见过世面。在下谢大爪，旁边这位是我兄弟谢大脚，敢问少侠尊姓大名？
在下朱祁，有幸结识2位道友。这枚绿宝石代表您的荣耀，行走在龙血宫里，人人都会对您刮目相看。多谢，在下行事比较低调，不喜欢太张扬。朱兄果然是高人不露相。不过这绿宝石是通行凭证，城内若遇阻拦，出示宝石便可。多谢2位。龙吼宫秘籍30灵石1本，包教包会。新报场开业打折，20灵石就能试学龙血法术。在大周传承一点修仙功法都是死罪，这里居然满街都是道场公开授徒。这乌龟跟龙池岛上那只挺像。什么事？贵道场还收人吗？听朋友说你们这条街上数1数2，慕名而来。哈哈，你小子识货，不错，我们就是这条街上最好的道场。不过要求橙色以上资质，每年学费1000灵石。龙血宝石呢？没橙色以上，交了灵石也不收。绿色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在下朱祁。好名字，人也长得俊朗不凡，少年精捷。我们龙龟道场最欢迎你这样的，请。朱道友可在此处落脚，等待半月后的传道日。多谢道友指点。那边是秘籍室，可用龙晶石购买所需秘籍。敢问道友，这龙晶石是何物？这龙晶石就是龙血宫流通的货币。好特别的能量，跟灵气和法力都不同。龙晶石并非天然矿石，而是只有龙血传承者才能制作的特殊材料。像这样持续运转1天，就能得到1块龙晶石。老夫这里还有些空白玉石，朱道友不妨一试。很简单嘛，运转半刻钟就能制造1块龙晶石。啊！道友真是奇才呀，不愧是绿色资质的龙血传承者。呵呵，过奖过奖，我也是稍微试上那么一试。没有消耗一丝法力，但总感觉失去了什么东西，以后还是少做为妙。先去秘籍室看看。道友，请问2块龙晶石1天。东海西接大洲，北临冰原，东边竟还有一片大陆。没有龙池岛，看来是隐秘之地。雨山，复制1份。好嘞，东家。要伪装海族，至少得学一门控水的功法。好东西，正是我目前最需要的。道友看完了，要不要买1份秘籍带回去仔细参详？多少钱？很便宜的，复制1份秘籍只要10块龙晶石。好贵，暂时不需要。遇水而行，控水战斗，水遁逃生。学会这些，应该足够应付水中的战斗了。成了，终于不用依赖碧水珠了。距离传道日还有几天，先去城里转转，打探一下龙池岛的消息。掌柜的，这粒丹药怎么卖？客官好眼光，这是黑玉丹，是大周皇室密不外传的疗伤圣药，能起死回生。如果
果全身骨肉被锤成肉泥，吃这个还有用吗？若是这种情况，老夫建议直接找个风水宝地入土为安。真的无药可救，掌柜的可听说过其他法子？都成肉泥了，神仙难救，你到底买不买？看来他不知道龙池岛。怎么卖？此乃本店镇店之宝，仅此一例，5000块灵石。真黑呀！大洲那边500灵石就能买到。客官您可别嫌贵，这关键时刻能救命啊！5000灵石换一条命，是不是很值？确实，如此珍品，别说5000，卖1万也不算贵。道友果然是识货之人，但本店诚信经营，只卖5000。正好，我有黑玉丹想出售，4000一粒，掌柜的收不收？这个，大洲那边竞价更低，能否再便宜点？好说好说。倒买倒卖，在哪儿都是条发财捷径啊。可是猪婆龙族的朱祁道友，正是在下，不知道有何贵干？在下敖甲，特来邀请朱道友加入我真龙道场。谢过敖道友盛情相邀，但在下已经加入了龙龟道场。朱道友是第一次来龙血宫吧？没错。想来并不了解这各家道场的优劣。的确，还请敖道友指教一二。指教不敢当，就说说咱们真龙道场，那可不是寻常道场能比的。仅是黄宝石弟子就有数百名，似道友这般的绿宝石天才也有好几位。咱们都拥有真龙血脉传承。真龙是何物？上天入地，无所不能。咱们理应远胜于那些寻常海族。可大多数传承者修炼不得法，发挥不出血脉之力。而我真龙道场拥有大量适合传承者修炼的功法。当真如此？观道友控水之姿，应该是修炼了九龙御水术吧？难道此人有看穿功夫的神通？这也能看出来？这部功法乃我真龙道场一位前辈所创，后来转卖给了龙龟道场。那位前辈当年创立功法时修为尚浅，此功法还有些缺漏。道友若肯入我真龙道场，便可将此功法补全。但眼下最重要的还是找到珠儿。抱歉，在下已经加入龙龟乐场，不便随意更改。道友多虑了，龙血宫各家道场随意进出，你不会受外，这根本不是问题。能否请敖道友等我2个月？在下刚交了1000块灵石，一场传道都没听过，不听几场传道回本，总感觉很亏。就因为这，别的海族受到真龙道场邀约，别说区1000灵石，把自家道侣卖了都要连夜加入。好吧，2个月后我等朱道友的好消息。敖道友，你听说过龙池岛吗？有所耳闻。你打听这个做什么？听说那岛上有一种仙草，凡人食之可以延寿1000载，甚至可以活死人肉白骨。关于龙池岛，我所知不多，我回去查阅资料，2个月后再告知朱道友。这是要等我加入真龙道场才肯说，那便有劳敖道友了。龙之血脉隐藏于精血之中，视之不见，妙用无穷。这1000块灵石没白费，在大洲想找个金丹期老师，简直难如登天。前辈，我突破瓶颈在即，可始终沉不下心来，何解？简单，不突破就行了。谢前辈。先生，弟子的好友身受重伤，全身骨肉尽毁。弟子四处寻医问药，偶遇一位义士，自称手里有能起死回生的神水。弟子花重金购得这瓶神水，想请先生鉴别真假。年轻人，你被骗了！这种几万年前的套路，还有人上当。
此物确实非同一般。那异人长什么样子？是个人族，自称胡老魔，就这一小瓶灵药，收了我5000灵石。可还能找到此人？此人行踪不定，弟子也只是碰巧遇到他。不过听他说，他有10几池这样的神水。怎？先生，这神水到底是何物？老夫也不太清楚。哼，一看就是撒谎。难道他看得见我？我投石问路，引蛇出洞，打草惊蛇，玩了这么久前戏，他直接睡了。老乌龟一觉能睡个几10年，黄花菜都凉了。朱道友，这个你也许用得上。水引术，敖道友，这是何意？朱道友，不如找个地方坐下来喝一杯。正有此意。整座龙血宫，就这家酒楼味道还不错。你试试，这辣椒是从大洲运过来的朝天贡椒，跟着深海脆骨鱼是绝配。回头抓些鱼苗养在葫芦里，实现海鲜自由。来来来，再尝尝这酒。好酒。朱道友，那门水引术如何？挺适合在下的，不知怎样才能拿到完整功法？哎，区区水引术在真龙道场只是大路货，帮我制作10块龙晶石即可。哦，这么简单？当然。敖道友，在下有一事不明，这龙晶石里到底蕴藏着什么能量？就是真龙血脉之力，法力一样，消耗一部分并无大碍，休养一段时间就能恢复。原来如此，难道之前是我多虑了？2月之期已到，不知道友究竟有何打算？这再过几天又是龙龟道场的传道日，多听一次就能多回一点本儿。天底下竟有这般抠门的朱婆龙！朱道友，一旦加入我们真龙道场，以后自有大把赚取灵石的机会。啊！我再给道友透露一个小秘密。什么秘密？当年真龙在这片海域陨落时，携带了不少修炼功法，人族趁机抢了不少，造就了一大批强者，征服了周边所有种族。当年的人族竟如此强势，而我们真龙道场也保存了部分真龙遗留的功法。多谢敖道友好意，只是在下有一件事必须完成，办成之后必定加入真龙道场。好，咱们后会有期。后会有期。这是朱四家的法器，终于找到线索了。水引术，加快速度，这批订单一定要按时交付。来都来了，干脆带点特产回去。哇！
这么多蛛丝？龟执事，出了点问题，您赶紧过去看看。前面带路。带我来这里。别动，敢乱叫就把你的头砍下来。你是什么人？我与你无冤无仇。仓库里那些蛛丝是哪儿来的？那些蛛丝是龟灵运来的，和我没关系啊。龟林在哪儿？大约是在东边的烟波岛上。很好，你是只老实龟，我不为难你。此事只有你知我知，切莫声张。是，多谢好汉饶命。往东飞！朱婆龙要是在岸上直立行走，也太引人注目了。这样走路得劲儿多了。这么高的楼还是头回见，不知道大周京城有没有这般宏伟的建筑。城内严禁随地大小便，罚10块零食。可这厕所排队的也太多了。少啰嗦，不交罚款就跟我走一趟。每支巡逻队都有10名筑基海族，一路走来至少遇到了10几支巡逻队。这岛上可能有数百甚至上千的筑基海族。这位道友，本店物美价廉，欢迎选购。海族整体实力远超大周，幸亏跟大周打仗的只是一小部分。若东海海族统一，大周极有可能被亡国灭族。鸡哥他们家不太行啊，下回见面得跟他唠唠。实在不行就给人腾位置，别占着茅坑不拉屎。这么大的宅子，总不能一点防备都没有吧？果然有防护阵法，不过小菜一碟。我是不是在找仓库上有点天赋？珠儿，你到底遭遇了什么？名字？桂灵，好汉不要杀我！我问你答，那些蛛丝哪来的？蛛丝从龙龟岛上运来的。说具体点，我要知道和蛛丝有关的一切消息。我都说，道友手上能不能松一下？说，大约4年前，一名8条腿的女子背着一个烂泥一样的残废男人来了东海。二狗，没事的，吃完药就能好。二狗，我求你了，你理理我吧！女子四处搜寻仙草灵药，可根本治不好那残废。
只要能救二狗，那女子太傻，被骗子骗光了身上财物，又被骗走了2条腿。你是说，骗子斩下了他2条腿？不是他自己斩下来的。后来他打听到我族有龙池圣水，就上岛求药。他还没走啊！真是个痴情女子，这都求了1个月了。要我说，干脆给她一点。那怎么行？龙池圣水可是我族至宝，怎能轻易给外人？既然你们不肯给，那我就自己拿。老祖亲自出手将他擒住，他苦苦哀求，说愿付出一切代价救那残废。然后呢？老祖与他做了笔交易，我们将残废放进龙池圣水，他用余生制造蛛丝还债。那残废一恢复便走了。这么多年过去，恐怕早就另寻新欢，与其他女子恩恩爱爱了。我全都说了。那他如今可还活着？活着！那些蛛丝都是他生产的，是炼器的绝佳材料。活着就好。那个骗子是谁？那人是岛上出了名的恶棍，人称袁老三。袁老三，我不杀你，我誓不为人。袁老三的家居然有3名元婴老祖坐镇。这阵法等级高，无法侵入。袁老三住在哪儿？好汉饶命，小的不知啊。说，袁老三住在哪儿？袁总管肯定知道。袁老三在哪儿？三爷住在东院。谁？三爷，小的有要事禀报。滚进来。什么事儿？启禀三爷，小的得了一粒奇怪的丹药。从哪儿弄来的？城外一名海族女子在卖这丹药，小的囊中羞涩，就只买了1粒。快带我去！请。那女子呢？你还记不记得，曾经骗过一名8条腿的女子？我当然记得，你就是那蠢女人背上的废物。她被我骗了3次。第1次骗她的钱，第2次骗她的腿，第3次骗她去龙龟岛送死。我活了几百年，从来没见过这么蠢的女人。我说我的药能救你，她就心甘情愿把腿砍下来送我。怎么，就凭你这种只能靠女人救的废物，也想找老子报仇？今天就让你见识一下鸭蛋那么大的金丹！
你也配提他？饶命！饶命啊！说，龙龟岛在哪儿？珠儿，我来了。龟岭，前几天不是刚运走一批物资吗？怎么又来了？蛛丝用完了，再来补点儿。蛛丝存货不多，上次全给你了。帮我催一下，多给点红色蛛丝，有人出10倍价。行吧。奇怪。珠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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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二狗，我是不是又做梦了？不是梦，是真的，我来救你了。你的伤都好了吗？还痛吗？全好了，修为还提升了。太好了。珠儿，咱们回家。别杀他，我是自愿的，他们没有骗我，还救活了你，我很开心。坚持住，我们这就回家。朱道友，当初说好的一命换一命，岂能违约？在下大周钟永博李二狗，多谢龙龟族道友救命之恩，救命之恩铭记于心，日后必定报答。朱道友，我们为了救你男人付出了巨大代价，你总不能一走了之吧？道友，不如借一步说话。放心，有我在。好强的神识！龟道友，我愿用3件宝物补偿。第一件，200粒筑基丹。此物虽然珍贵，但比龙池圣水差远了。第二件，100粒灵茶丹，可滋养壮大神识。壮大神识，龟道友一试便知。果然不假。那第3件呢？这是？此物是我偶然所得，妙用无穷，绝不比龙池圣水差。的确不凡，还请龙龟族为此丹来源保密。好，我代表龙龟族收下这3件宝物，我族与朱道友的交易就此结束。
还要多谢龙龟族救命之恩。日后若有需要，派人到青州三阳郡找李二狗便可。李道友，后会有期。珠儿，还疼吗？早就不疼了。来，吃药。啊，你还真把自己当小孩了。珠儿，这家伙多次蒙骗你，现在我把他交给你处置。骗子！我要吃了你！李二狗，让我找到你，非扒掉你一层皮不可！追踪印记时灵时不灵的，到底跑哪儿去了？来，再吃一口，补补身子。二狗，我真吃不下了。杀了3头闭眼灵牛，一根牛毛都没给我。哼！我不告诉你，我还有2个腰子。珠儿的2条腿还在元府，得去取回来。道友，我想借贵地安置珠儿一段时日。好说，朱道友就此处静养，李道友尽管放心。珠儿，你在这里等我，我去就回。我等着二狗来接我。三爷，不要！你不能这样啊！这可是俺全部的家当啊！你不能这样啊！城内严禁大声喧哗，罚10块灵石。唉，当土霸王的感觉还真不错。三爷，有点意思。来都来了，元府欠了珠儿那么多，就当是利息吧。三爷，没有家主令牌，不能硬闯啊！不认识你三爷我了，我一边去。幽冥玄铁，这可是炼器的好材料。这是秘银，果然是法抗拉满的秘银，肯定是搜刮的民脂民膏。我这可是正义的劫富济贫。何方妖孽，还不现出原形！家主，我是老三啊！老三的魂灯早就灭了。老三的法宝，给我死！糟了，是净空阵法。看你往哪儿逃！兄弟，就是他说要把你烤了吃掉。好家伙，
连烧烤叉都准备了。机会难得，兄弟坚持住，我去就回。哼，这下干净多了。一般大家族都有秘库，在哪儿呢？进去跑几圈，回去杀牛给你吃。小黑好样的！发财了！至少有1万龙晶石。太好了，飞行法宝！这里头又是什么宝贝？全都带走！兄弟，能不能换个姿势？傻兄弟，逃命要紧！哪里走？灵宝，以金丹镇压元婴，法力消耗太大了。喝完了。大不了躲进葫芦里。大姐，冲啊！你个混蛋！娘们儿，吃了你！兄弟住手！自己人，大姐跟我闹着玩的。傻兄弟，还有抖 M 属性。兄弟，你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，我跟大姐说点事儿。这又是从哪儿骗来的傻大个？这是我新认的兄弟，
生死之交。大姐，我找到珠儿了，她在龙龟岛。他还好吗？有没有受伤？伤势基本恢复了。快带我去见他。兄弟，出发了！你这灵兽袋还挺大。偶然得到的，就10几丈大小。二狗，大姐，珠儿，大姐终于找到你了。你的腿呢？李二狗，我养了珠儿1000多年，她一点小伤都没受过，被你拐出来才几年，2条腿都没了。不怪二狗，是我自己太笨，被人骗了。大姐，快放开他！珠儿，事到如今还帮他说话，要不是他，你何须受这些苦？他是我等了1000年的男人，为他付出一切，我心甘情愿。我背着二狗从杨神医那里离开后，求见过很多名医，他们都治不好二狗。当时就想着东海地大物博，说不定能找到治好二狗的办法，结果被骗了3次。珠儿，你这傻丫头，上一次当就算了，第2次、第3次你还上当。第2次、第3次，我也猜到可能是骗我的。你知道还上当，可万一是真的呢？我一直没放弃，二狗就真的被治好了。以后别这么傻，你要是为他死了，他马上就会把你抛到脑后，和别的女子卿卿我我。二狗肯定不会忘了我。龟道友，真的没有办法吗？朱道友那2条腿若是刚斩下来，用龙池圣水辅助还能接回去，如今生机全无，接不上了。除了龙池圣水外，还有其他疗伤圣物吗？抱歉，我不知道。上穷碧落下黄泉，我也一定要治好珠儿。珠儿，跟姐姐回万妖国吧。我要跟着二狗。李二狗，你给我好好照顾他，再伤了一根毫毛，我饶不了你。大姐放心。珠儿，我一定会想办法，让你重新拥有8条腿。不用太放在心上，我腿多，少2条也没关系。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当初是你救我，这回换我救你。我听你的。元府的人是不是太闲了？味道跟龙腰子一样，难道是真龙肉？珠儿，咱们今天烤龙肉吃。龙肉？元府秘库里找到的。这么珍贵的东西，可别被风吹走了。灵火都烤不熟，看来只能生吃了。味道鲜甜，虽然嚼不烂，但越嚼越香。修为长了，珠儿，你也试试。好辣，不过确实很好吃。感觉怎么样？修为提升了很多，之前落下的暗伤也好了。果然，这龙肉生机之力极强。
等你再吃掉这蛇口山下镇压的白猿，就能进入金丹后期了。我要努力修炼，突破元婴，保护二狗。不急于一时，咱们去找司马懿。好啊，我用蛛丝盾带你，还是齐大鹅？都不是。哇！今天做这个。好气派的飞船！只有皇室才有这么大的手笔。乡亲们，是李青天！玉手老爷回来了！玉手老爷回来了！司马懿，李青天回来了！搞这么大阵仗，我还以为外敌入侵了。新得的宝物，试试效果。才飞这么点远，就消耗了100多块灵石，还是骑鹅划算。这东西能生吃吗？就是要吃活的，特别鲜美。你试试。鲜甜爽口，的确美味。你再试试这个，保准皇帝老儿都没吃过。这什么东西这么难切？这是什么肉？真龙，听说过吧？真龙，我吃的是龙肉。你先吃着，等会儿我再送你一片。另外帮我给鸡哥烧一片，我用龙肉跟他换皇室藏书。你需要什么功法？我抄家时攒了10几部。没有医术方面的。二狗，我真没事，少了2条腿，我还有6条呢，能跑能跳的。隆兴圣皇帝催我好几次了，你平安归来，我也该回京复命了。真有点舍不得离开三阳郡，这里没有横征霸猎，百姓安居乐业，符合我的一切想象。那就留下，不差你这份心受。三阳郡只是大州一隅，三阳郡以外，还有千千万万的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中。我想让整个天下都变成三阳郡，我想让所有官员都变得像你一样。我就是觉得整个三阳郡都是我的地，老百姓就像我地里的庄稼，庄稼人肯定得爱护庄稼。君子论迹不论心，三阳郡百姓确实过上了好日子。对了，有件事想请你帮忙。什么事？我费心奋力揪出贪官杀了，换上来的人还是老样子。之前从你这儿拉回去的粮食和行军丸，没过2年又被倒卖了。你才发现？我告诉你，我在龙血海域都能买到国库里的物资。真是一窝蛀虫！我想请你从三阳郡抽调一批官员，给大州官场换血。行，我给你调人。东家，这是近几年的账册，请您过目。不用，直接带我进去看。请。收回的流沙郡、孝义郡，经过这几年开发，已经有了稳定产出。加上三阳郡，除掉各项开支后，每年还能净收入400多万担粮食。请。消耗不掉的粮食都炼制成了行军丸，一共500多石，够打一场大仗了。这是售卖矿产法区傀儡的全收益，共50万灵石。很好。人才培养方面呢？如今3郡在册的有1万多名炼器修士，300余名筑基修士。育婴堂的孩子从小食用灵米，其中有10几个资质极好。我还有2件事交给你办，东家尽管吩咐。第一，继续培养人才，尽快筹办武举；第二，做好开战前的物资筹备。勒令三阳郡、流沙郡、孝义郡、
3日内运送500万担粮食，逾期以军法从事。直接抢，这是咱们的口粮。军爷，不要抢啊！青州兵抢粮了！住手！三阳郡未能按期运送军需物资，将这3人就地斩首，以儆效尤。将所有精壮劳力押去前线。还让不让人活呀？李青天，您老人家苦心经营的三阳郡要被这些人祸害完了。圣上有旨，由本官暂代三阳郡守，带着你的人马上滚！青州欠我们的债，是时候讨回来了。是，东家。如今我有粮，有人，有地盘，兵强马壮。他青州缺粮，缺人，缺丹药，势单力独，正是除掉夏明远的好机会。不过青州和三阳郡同属大周王朝治下，直接攻打师出无名。那就请驴将军出马。袁府得来的这些材料，加上葫芦里培育的铁木，正好用来炼制新傀儡。新傀儡品质更高，更抗揍。淘坏掉的这批改装一下，放到黑市卖。勉强能用。二狗，你看这个像不像你？哎呀，珠儿，你怎么拿着我的头呢？快放回去！就会逗我，总觉得少了点什么。这就对了。啊，这下还真是一模一样了，连这道小时候沈娘打的疤都有。用幽冥玄铁打造，外层还涂了密银，刻画了900道阵法。唉，相当抗揍，没3-5个元婴拿不下它。成了。太好了，以后就有2个二狗了，真的一模一样。他会说话吗？法宝傀儡终究是死物，需要神识操控，就像牵线木偶一样。没关系，不会说话也是二狗。这傀儡卖给我，我家老祖点名要，我出双倍价，先卖给我。大家排好队，不要拥挤。这批傀儡我青州夏家全要了。二狗，珠儿，我有事要离开几天，这傀儡留给你，有坏人来了就让傀儡揍他。我等你回来。长灵儿，怎么了，二狗子？把家看好，蛇口山灵力已经恢复大半，若有强敌来袭，直接镇压。放心，交给我吧。东家，改装傀儡全卖完了，青州夏家买了很多，这个只认灵石不认人，来者不拒。黑市来钱就是快。吕将军，吕将军，吕将军，吕将军！哈哈哈哈哈！诸位辛苦了，将军辛苦了。某年某月某日，英明神武的妖人之光吕将军对洛西郡百姓致以最亲切的慰问。吕将军的深情厚谊，洛西郡百姓
永远铭记在心。诸位之中，有许多原本是大周子民，幸知如今的大周官员贪腐成风，皇帝被奸臣蒙蔽，青州夏明远更是倒行逆施，青州百姓民不聊生。本将此次讨伐青州，乃是替天行道，吊民伐罪，解救青州百姓倒悬之苦。吕将军威武，千秋万载，一统天下。吕将军威武，千秋万载，一统天下，一统天下。踏平青州府，活捉夏明远。踏平青州府。300筑基，2000炼器，2万民夫，足以对抗青州大军了。至于顶尖战力，有我赤林、刁将军3个金丹，暗中还有100只筑基巅峰的新傀儡做底牌。全军听令，慢着！拜见风老祖。吕将军，跟我来一下。元婴的神识强度也不过如此。吕将军，风老祖，误会，都是误会。误会？什么误会？要不是我及时阻止，你已经打到青州府了。原来是说这事儿。嘿嘿嘿，继续探，你擅自调动大军攻打青州，有没有把我放在眼里？攻打青州的时机已经成熟，本将身为义军统帅，自当为万妖国开疆拓土，建功立业。听我号令撤军，则休怪我不客气。风老祖下令撤退，莫非是怕了那夏明远？胡说！我与他不分伯仲，何须怕他？什么人？能悄无声息将神识刺入我丹田，起码是元婴后期的大修士。我突然有所顿悟，须得回去闭关。你好自为之。许峰神识秘术，我只练了个皮毛，连蚂蚁都刺不死，居然把元婴老祖吓跑了。全军听令，出发！总算把伤养好了，可那些谣言，找死！听说夏老祖被人打到下跪求饶，不止，还从人家胯下爬了10几回呢。家主，又有什么事？属下有2件事禀报，一件好事，一件坏事。先说好事。家主，咱们的炼丹师终于能炼出筑基丹了。有了筑基丹，我夏家再也不用受制于朝廷了！哈哈哈哈！传我口令，重赏所有炼丹师，尤其炼出筑基丹的，多赏1万灵石。是。那坏消息呢？昨天，万妖国的吕将军率妖人大军攻打青州，一夜之间已经攻下1座郡城，还斩了我们夏家的1名金丹修士。这么重要的事，你怎么不等我死了再说？明明是你让我先讲好事的。我们的人呢？目前正在调集人手去前线，但是缺粮缺人，短时间内恐怕难以凑出一支能挡住妖人大军的队伍。前阵子买的那批傀儡呢？还在库房里，一共50只，都有筑基战力，全部送去前线。是。夏总管，又丢了一个郡，
我有负家主所托呀。这事不怪你，谁也没想到妖人手里居然有50个筑基傀儡。不过现在攻守易势了。啊！50只筑基傀儡，咱们也有。有了这些傀儡参战，咱们定能一雪前耻。雪耻！雪耻！夏总管，咱们什么时候杀回去？我们不但不能进攻，还要继续往后撤退，给妖人再让出2个郡。为什么？现在敌我双方的傀儡数量相当，对面还不知道我们有了傀儡，完全可以打他个措手不及。妖人势头正盛，咱们还有2名金丹，100多名筑基修士尚未赶到。今日杀回去，最多让敌方吃个小亏。待我方全军集结，前后夹击，定能将妖人彻底围杀。夏总管深谋远虑，末将佩服。传我号令，即刻整军向后方进攻。得令。敌人又跑啦！吕将军威武！吕战威武！吕将军威武！踏平青州府，活杀夏明远，再踏平三阳郡，活杀李二狗。将军，敌军虽然望风而逃，但是撤退有序，属下怀疑这是在诱敌深入，前方恐怕有陷阱啊！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任何阴谋诡计都是白费功夫。尔等稍安勿躁，看本将一提破之。将军果然智勇无双，一个不留。尔等宵小也敢在此放肆！将军料敌如神，此处果然有埋伏。将军因何发笑？我笑那夏青山无谋，夏明远少智。若在后方伏一队骑兵啊！蠢驴，休得猖狂！他们也有傀儡，不要怕，跟他们拼了！今天让你们也尝尝傀儡大军的威力！苍天呐！青州夏家倒行逆施，民不聊生。本驴替天行道，为民除害，请苍天助我！这蠢驴疯了，死到临头还做法。苍天助我！苍天助我！苍天助我！没想到50只傀儡同时爆炸的威力这么大，差点把自己坑了。苍天果然助我！吕将军威武，信将军得永生。信将军得永生。孩儿们，踏平青州府，活捉夏明远，给我杀！我夏家数百年培养的精锐，全没了！下人，带人先撤，我来殿后。可是，快走！撤退！夏青山，受死！也。
杀就杀。你走吧，本将今天不杀你，下次再遇到就没这好运了。嚯，真大方！多谢前辈。前辈吃过饭没有？厨房已经在杀猪了，要不要吃顿饭再走？不了，老夫还有事。当日赠药之情，今日已还，下次再见，该杀就杀，除恶务尽，给我杀！将军振臂一呼，苍天响应，敌军傀儡尽数自爆。将军之德上通天意，打完这一仗，又可以写一本驴学著作了。夏家数百年培养的精锐，只剩这些了。你们在此等候，我先进城求见家主。遵命，夏大人。夏郡守，见过夏总管，许久未见，你的伤养好了？托夏总管的福，快养好了。有些事正想请教。老夫今日有要事，改日再说。动手！何方妖孽！不好！这具身体不错。说吧，战况如何了？属下无能，峡谷一战全军覆没。那你还有脸回来见我？有人大军扬言要踏平青州城，活捉家主，庶子敢耳！你给我看好青州城，再有闪失，定斩不饶。是。哼。此处清静，诸位可在此休养。夏总管，为何启动阵法？怪你们就知道了。剑杀！夏总管，你要干什么？如此强大的力量！驴将军，尝尝俺家的鸡蛋，总算把王师盼来了。丁时湖州喜迎王师，青州百姓很懂事嘛。夏明远应该在路上了，得赶紧给好兄弟做通思想工作。嘿，兄弟，醒醒！怎么了，兄弟？上次那个拿火焰剑的人说要把你切块串串，烤着吃。兄弟，你觉得咱们应该怎么做？逃！万一逃不了呢？拼命逃！这样，我帮你挡住火焰剑，你趁机打死他，以后就没人能伤着你了。为了兄弟，我李二狗义不容辞。傻兄弟，就这么定了。兄弟，出手！你们带全城百姓撤走！将军保重！乡亲们，这边走，快！多谢师爷！呀！火逃！这！
兄弟别怕，我来扛。你赶紧杀呀！快撑不住了！等你们两败俱伤，就是我出手的时候。这么好的剑，不能放跑了！兄弟，快打死他！命没了，下辈子还能投胎。这么好的剑没了，上哪儿找去？好剑，哈哈哈哈！好剑啊！以后你就是我的啦，小宝贝儿。嘿嘿嘿，好香，有烤肉。傻兄弟，不能吃自己手，舍命不舍财，跟那个李二狗真是一模一样。哼，算你运气好。夏明远，重伤的原因就在眼前，可恨吃不到嘴里。该死的阵法，都怪朝廷垄断阵法传承，都怪李二狗。你在做什么？夏总管，夏青山刚受过重伤，实力大不如前，吞了他，修为也能暴涨。家主受伤了，你随我一起上山探望。是。可山上有阵法阻挠。没事，我有传讯符。家主，属下有要事禀报。直至我在疗伤，还来打扰。家主怎么不回消息？我再发一道。家主肯定出意外了。咱们可不能置之不理。可是有阵法阻隔，该怎么办？夏总管，非常时期当行非常之事。唉，也只能如此了。你随我来。阵眼就在井中，你我一同下去。属下替大人下去探路。夏大人，没事儿，井里很安全。一起攻击这块墙壁。不行，法力在这儿用的七七八八，下面该怎么吃掉夏明泉？为大人出力，小的义不容辞。哎呦，哇！属下无能，让大人失望了。不行不行，法力在这儿用的七七八八，下面该怎么夺舍夏明整？家主危在旦夕，我怎能止步不前？哎呦，家主，是属下无能，属下无能，属下无能啊！大人，属下突然就好了，现在充满了力量。我对家主安危的关心战胜了一切，我现在也感觉充满了力量。
从这儿往上挖。家主，你千万不能有事啊！家主，我们来探望你了。放肆！家主，你还好吧？老夫无事，你们退下吧。是。找死！想跑？该死！这阵法反倒困住了我。两个老贼，谁也别想出来！元婴虽没到手，有这肉身，修为也能暴涨一截。哎呦，全身上下哪儿都疼。傻兄弟，你好香！想都别想，我是珠儿的。傻兄弟，真小气。长生中一寸。熟了，生机还在，药性也融进去了。效果不错。这回再加点龙池圣水。哈哈，成了！全好了！这药效真猛。就叫生机丹吧。这药性太猛了！水，好兄弟，帮忙，给我水！水？这下面不都是水吗？法力涨了一大截。吕将军，我们接下来怎么办？踏平青州城，活捉夏明远。将军威武！踏平青州城，活捉夏明远。夏明远，给我等着！夏明远，你个缩段子的，有种出来大战300回合！
妖人放肆！本官作为青州总兵，有守土献民之责。今日就算战死沙场，也要护全城百姓周全。夏家老祖吃错药了，喊喊口号罢了。嘘，小心被捏成肉泥。受死吧！孽畜，休伤我青州百姓！今天让你也尝尝被火烤的滋味！你这孽畜，老匹夫，拿命来！啊，不对劲，他能吸我的精血。兄弟，出手！啊！该死，差点就被他给吞了。没火！打！畜生，去死吧！连巨兽的精血都能吸！将军，夏明远快输了，您还不出手吗？不急，待他命悬一线时再出手相救，他才会感激涕零。将军高见！受死！看招！这夏明远藏得还挺深。兄弟，速战速决！好。夏明远被锤成肉馅的滋味怎么样？多谢王大将军救命之恩。起来吧，本将今日正好路过此地。夏明远，你堂堂一方总兵，竟被妖人欺辱至此，大损国威，该当何罪？属下知罪，必定痛思己过，将妖人驱逐出境，重振国威。早不来晚不来，这时候跑出来装大尾巴狼！区区妖孽，岂能玷污姬将军遗物？傻兄弟，操！呸呸呸！
以为躲水底就奈何不了你了？原来是个旱鸭子。鼠辈，滚出来！给你加点料。找死！头好晕，这水不对劲。本将这辈子再也不下水了。本将不信，你这辈子都躲在水里不出来。天下水系都是通的，你慢慢等吧。吕将军有令，粮税减免30%，惊扰百姓者斩。军爷，这税负保真吗？吕将军从来说一不二，不抢粮，不抓丁，还减免粮税，这妖人比夏家强多了。青天大老爷，将军英明神武，连战连捷，青州大半已落入我军之手。传令下去，全军就地休整。我有所感悟，需闭关几天，卑职明白。预祝将军神功大成。二狗，我回来了。山顶变样了。对了，珠儿，我想给你盖间大房子。好呀。二狗，这些都是你买来的？顺手捡来的。好漂亮，谢谢二狗。开工！二狗，以后这里就是咱们的家了。珠儿，试试这个。只修复了伤疤。都吃了吧，还是有效果的。青州被妖人大军占据的事情传开了，夏明远被骂成了窝囊废。哼，那位王大将军走了，青州大片地盘沦陷妖人之手。别人可以不在乎，但我不能不在乎。我要上奏朝廷，哪怕流干最后一滴血，也要替大周收回失地。启禀皇上，妖人占我青州，掳掠大周子民，
臣日不能食，夜不能寐。臣虽年寿无多，愿领兵与妖人大战，夺回疆土。既然爱卿有此忠心，明日就由你领兵前去收复青州。这个，俗话说兵马未动，粮草先行。皇上，派出如此年迈老者，岂不让妖人嘲笑我国中无人？启禀皇上，臣心里有一个最佳人选，说来听听。臣以为监察御史司马懿忠直体国，有勇有谋，可担此大任。臣附议，司马懿乃当世奇才，当此国家危难之际，只有他能收复青州。臣附议。一群老狐狸。司马懿从未领过兵，手下没有一兵一卒，就算派他去收复青州，兵源从何而来？臣建议请司马大人轻骑简从赶往青州，向钟永伯、李二狗借兵借粮。臣附议，李二狗与司马懿乃最佳人选。臣愿望。好，若能收复青州，朕重重有赏。臣李二狗气血上奏，自青州沦陷，臣终日以泪洗面，每日清晨泪湿枕巾，日夜忧心国事，臣足足瘦了30斤。这段是不是太夸张了？二狗兄，别来无恙。司马兄，你怎么来了？你这是？没啥，写着玩的。你亲自过来是有啥要紧事吗？满朝大臣联名举荐，让我和你带兵收复青州，夺回失地。唉，终究是一片真心错付了。这次又连累你了。这事儿包在我身上，我保证让你完成任务，立下大功。二狗，兵者乃国之大事，不可儿戏。我在京城就听说，那个驴将军被称为妖人之光，力能扛鼎，还喜欢生吃人肉，切不可轻敌。到底是哪个狗贼败坏本将军清誉？好，听你的。你先在这儿休息几天，我去做些准备。陈哥，你这鞋子盘了多少年了？还要继续盘下去吗？他只是睡了，总有一天会醒来的。陈哥，新一批的士兵练得怎么样了？能上场打仗吗？呵呵，当然能，带你去看看我们的新兵。这批新兵的资质特别好，丹田之海至少2尺宽，还有好几个达到了3尺。陈哥，我打算跟妖人开战，收复青州。你们镇国军参战吗？二狗兄弟，慎重啊！那妖人大军中可是有元婴老祖坐镇的，那个驴将军的实力也是极其恐怖的。他身边还有一只巨兽，连夏明远都打不过他。那你参不参战？你要打，我们镇国军肯定得帮帮场子。好，3日后一起出发。钟永伯大人，不知何时才能发兵征讨妖人？哦，你是谁？属下乃司马大人的副将。那你急什么？属下一想到青州百姓在被妖人祸害，便忧心如焚，夜不能寐。既然副将大人如此忠勇，那么明日便让你做先锋，如何？这个，属下并非怕死，只是实力不济，怕耽误了将军大事。哼。司马兄，既然朝廷让你收复青州，大军便交由你指挥了。好，妖人留守兵力不多，咱们直接攻城。
末将请求当先锋，为朝廷建功。准了。撤。再往前，就是妖人的主力部队。我先去会一会那个驴将军。万事小心，打不过就跑。放心吧。哈哈哈哈！俺老驴回来啦！驴将军，您可算回来了！有了您，我们才能战无不胜啊！是啊，区区3千敌军，驴将军台体可灭。诸位，切不可轻敌。你们可知敌方主帅司马懿是何许人也？我听说是大周的一个京官。你们要向马明学习啊，一看就是做了功课的。司马懿是大周皇帝身边的红人，排第6，连皇帝的亲儿子齐王也才排第5，比皇子还靠前。不过，我与司马懿之间胜负5-5开。吕将军威武！将军威武！这司马懿满头白发，眼睛一红一黑，瞪谁一眼，谁就折寿1年。被他瞪死的人，魂魄会被他炼成头上的一根白发。你们想想，他那一头白发得瞪死多少人？至少10万吧。大家不必惧怕，咱们是万妖国的勇士，就算战死沙场，也是死得其所。出发！首战即决战，一战定乾坤。是。那司马懿真有一只红眼，别看他，会折寿的。哈哈哈哈！对面那个白毛，你就是司马懿。想必那便是驴将军。李二狗至今未归，恐怕凶多吉少。这头驴实力非同小可，咱们干脆一起上。不用，我来应对。正是本将军。司马懿，别人怕你，俺老驴可不怕。够种的，与我大战300回合。冷静，别冲动。陈将军，我若战死，大军便交由你指挥。你这2天可曾遇到过人族修士？你说那个李二狗一身筋肉，很有口感。畜生，我杀了你！好厉害的摄魂术！儿郎们，快撤退！快撤退！我有这么强？将军威武，一战定乾坤！威武！威武！杀！看来我以前太低估自己了。都给我站住！回头杀！全军推进！儿郎们，顶住！顶住！这驴将军看来也不过如此。司马将军稍后，待末将斩此驴头，给您下酒。呵呵，还真有赶着送死的。司马将军救！
区区草包金丹也敢献丑？好好一件法宝，一斧子就劈烂了，暴殄天物啊！撤！年轻人还是太年轻。上回说到，青天娘娘连破8大营，杀得妖人将军去意奔逃。这回咱们接着讲，青天娘娘千里追杀胡老魔。说得好！话说这邪修胡老魔杀人不眨眼，可他从不敢到咱们三阳郡犯事儿。那还用说，有李青天罩着。猛虎来了得趴着，蛟龙来了也得盘着。对。诸位只猜对一半，胡老魔还有个克星，就是咱们的青天娘娘。上回胡老魔在临郡作恶，见青天娘娘现身，立即逃遁千里。娘娘喝道：“妖孽！哪里逃？”青天娘娘可是有8条腿，2条腿怎么跑得过8条腿？你们青天娘娘有8条腿，有没有公德心啊？我们正听着呢。这位客官，烦请坐下静听。给我详细讲讲青天娘娘的故事。客官您请好嘞。这是海底宫殿的水晶。巨兽一定在这里。不好，有陷阱！擅闯蛇口山者死！主动跳粪坑，倒是挺省事。呀！吃我一斧！哼！妖人受死！哎呦，又受伤了！哎呦，李二狗。哎呀，你怎么认出来的？你走过的地方，一根毛都不会剩。天底下除了你，还有谁能干出这事儿？那也不能确定就是我吧？天底下懂得勤俭持家的驴，肯定不止1、2只。哼，真幽默。对了，我最近还发现一个好东西。驴曰：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；圣人不仁，以百姓为枷宿。驴曰：治大国若种田，春种秋割，须守时，切不可乱。别念了，别念了，我瞎编忽悠人的。没想到啊，你李二狗也开始立言了。妖人里说不定也有爱读圣贤书的呢。驴将军治下的管理方式和三阳郡一模一样。唉，我装了这么多年都没露出马脚，怎么在你眼里到处都是破绽？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？继续当你的驴将军？我可是妖人之光，我要是不率领妖人大军，
以后还会有其他妖人来搞事儿。是吗？我打算带他们退到万妖国边境，找块地方长期驻扎下来。行，咱把这出戏唱完。将军！哎呦，痛死我了！啊，好厉害的司马懿，俺不是对手。将军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大家小心点儿，不要被司马懿的斜眼看到。保护将军，咱们撤！我们胜利了！哎，痛死我了！将军身先士卒，独扛司马懿斜弓，1日之内呕血10余次，为保全军将士，不惜折寿300载。要不是将军挡在前面，我早被司马懿瞪死了。将军的恩情还不完啊！别担心，我没事。将军，这一战，将军身负重伤，只身保全主力，虽败犹胜，此战小赢。虽败犹胜，此战小赢，将军恩情还不完。我出去打探个消息的功夫，仗就打完了，错失良机啊！多谢了。都是兄弟，谢什么？我即刻回京复命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为你向陛下请功。不要，千万不要！为什么？吕将军的事，只有你知我知，连珠儿都不知道，这功劳不要也罢。没想到你这般淡泊名利，佩服佩服。皇帝要是奖励你什么丹药法宝、灵石灵药，你悄悄分我点就行，我不挑的。哼。上次你托我找的医书，一共100多部，都在这里了。太好了！这些送你了，一路顺风。你也保重。啊，珠儿！珠儿！二狗，你没事就好。蛇口山怎么挪位置了？有个蛟龙族元婴偷摸过来，踩了山下的陷阱，被镇压了。蛟龙族元婴，人呢？应该还在粪坑里吧。长灵儿，长灵儿，终于想起我了，一回来就围着珠儿打转，怎么不关心一下我？长灵儿，你受伤了，我帮你看看。蛟龙呢？早就跑了。我跟他斗了好几天，耗光了灵气，让他从粪坑里遁走了。既已至此，刚攒的家底又没了。龙腰子的事恐怕瞒不住了，必须把那条蛟龙灭口。这位老哥，请问你们有没有见过一条蛟龙？闻上去挺臭的。算了，这样大海捞针也不是办法。慢点儿，别急，每个人都有一份。夏重兵，您这是？听说您还斩了强抢民女的夏家子弟，那可是您的亲侄孙啊！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，残害百姓的夏家子弟不配姓夏。青天大老爷！
敬！咱们青州也有青天大老爷了。三阳郡一切如常，倒是旁边的青州城出了件怪事。怪事？夏总兵突然转了性子，把夏府积攒的钱粮发给了穷人。这手法怎么这么熟悉？管他是真是假，当务之急，先把丹药炼出来。兄弟，送我进去！傻兄弟，天天泡水，脑子进水了。兄弟，仔细一看，你也有几分姿色。傻兄弟，哎，这才是正常画面。都量仔细一点，有半分误差，罚俸半年起步。好了，以后你就是李青天的佃户了。第1年佃租减免，以后每年收30%。苍天总算开眼了，谢谢黄老爷。不用谢我，这都是李郡守的仁政啊。谢谢李青天，谢谢李青天。自从三阳郡的人接手防务，城里的治安好多了。是啊，真希望李青天是咱们青州的一把手。听我表舅说，夏总兵已经改了，现在也是个好官了。哼，你信狗改得了吃屎？半年了，青州总算有了点新气象。距离金丹中期更进一步了。研究了半年，断肢重生的丹方总算有眉目了。这次一定能成功。终于成了，梅毒，生机旺盛。再试试伤口愈合的效果。下不去手啊！傻兄弟又犯傻了。不够。还差一点。一定要成功！长出来了。原来他的手砍了还能长出来，以后饿了就砍手吃，吃完再长，长了再砍，有吃不完的手了。傻兄弟，分我一只手吃，有福同享。哇！傻兄弟变心了，有吃不完的手都不分我一只。珠儿，珠儿，我成功了。是治疗断肢重生的。我试过了，
效果很好。二狗，你疼不？不疼，一点都不疼。其实我有8条腿，少2颗也没关系的。有关系。这不是司马懿吗？才出去几天就回来了，肯定是吃了败仗，灰溜溜逃回来的。司马大人，陛下召见，随我进宫。好。这一去，便是永别。青州战况如何？启禀陛下，臣不负圣恩，收复青州全境，将妖人驱逐到国境之外。你再说一遍。臣已经率军击退妖人大军，收复青州，特回京向陛下复命。来回赶路1个多月，筹备粮草，组织兵力，真正打仗才用了不到1个月。20-30年没打完的仗，他1个月就打完了。难道以前那些将军都在鄱阳宫？具体说说，你怎么做到的？臣到3阳郡后，全靠钟永伯、李二狗鼎力相助。此战首功在钟永伯，若无他出兵出粮，臣一兵一卒都调不动。这司马懿还是这么不会说话，换成李二狗那小子，早把功劳全推到朕头上了。好，好，立下如此奇功，朕要重重封赏。南边万妖国已平，大周强敌只剩桃山国和海族，中兴大业又进了一步。你和李二狗是朕中兴之福将，治国之能臣，臣愧不敢当，此战全赖钟永伯大力。哼哼，你且退下，明日朝会，朕自有封赏。李二狗不慕虚名，司马懿不争功劳，朕身边总算有2个能干实事的人才了。哼哼，老爷，司马懿收复青州了。什么？怎么可能？不到1个月就打完了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很想坑他一把，这下好了，给他送了一桩天大的功劳。以后皇帝内有司马懿，外有李二狗，咱们的日子不好过了。毁呀！陛下有旨，召群臣觐见，朝议青州大捷封赏之事。每天吃1粒，不够我再练。好。这么好的地没人种，我的佃户呢？都跑哪儿去了？只要管住手下，别乱割韭菜。照这个势头，20-30年人口就能翻几倍。通缉蝴蝶仙境的告示呢？老丈，城门口那张蝴蝶仙子的通缉令怎么不见了？蝴蝶仙子早被夏青天给诛杀了。夏青天？夏青天就是以前的总兵大人。我跟你说，咱这位总兵大人突然就转了性子，夏家攒了几百年的家底，全分给咱们穷人了。以前杀人不眨眼的魔头，现在真成了青天大老爷。爷爷，回家吃饭了。好，好。青州这地儿是盛产青天吗？怎么又冒出来一个夏青天？上次和夏明远交手，他用血树金接血，要么是他改修了行宫，要么就是被人夺舍了。夏青天来了！青天大老爷！
这神态，这动作，怎么这么眼熟？丁老魔，销声匿迹这么多年，原来躲在这里。管你是夏明远还是丁老魔，反正都是我仇人，新账旧账一起算。请。前辈，您手里还有筑基丹吗？有人出3倍价。是夏家那帮炼丹师？就是他们。夏明远催得紧，3天2头来问。上次那粒筑基丹，他们拿回去说是自己炼的，夏明远高兴疯了，赏了一堆好东西。尝到甜头，就更不想自己炼了。谁说不是呢？买现成的多省事，何必苦哈哈自己钻研？给你2粒，卖什么价我不管。多谢前辈。记住了，别断货，让他们一直买得到。陈哥，跟你打听个人。谁？上次搅了驴将军好事的那个王大将军，什么来头？王大将军，他也配叫大将军？我呸！先皇封他镇北大将军，他倒好，从不跟蛮人打。蛮人来了，就送童男童女过去求和。当年镇国军被围，姬将军以1敌3，派人求他发兵，他不出兵就算了，还骂我们是只知道拼命的傻子。他就这么眼睁睁看着镇国军全军覆没。那他上次怎么又出手帮夏明远？哼，王大将军那一派跟夏明远那一派走得近，8成是想卖个人情，拉拢夏明远。如果夏明远再遇到危险，他还会出手吗？你要对付夏明远，算我一个！啊，不，随便问问，同朝为官怎么能喊打喊杀呢？真不是？绝对不是。只要我下手够快，信王应该不会为一个死人出头。但现在的夏明远很可能是丁老魔，潜伏这么多年，可能还有别的底牌。东家有令，盯着夏明远的动静，一旦他有什么异常，不要犹豫，立刻逃命。天大的事儿也没有小命重要。黄大人放心，我们兄弟俩别的不行，保命跑路是一绝。兄弟，救我！傻兄弟，又来！奇怪，这衣服怎么短了？啊，更抗揍了！啊，这东西怎么也长了？公公远道而来，辛苦辛苦。钟永伯接旨，奉天承运皇帝制曰：自3阳郡守钟永伯、李二狗中军体国，屡立奇功，特进封为青州总兵，爵位连升3级。钟永侯加封青州总兵、镇南大将军，发了！咱家这嗓子有点干，又来这套。侯爷，您这次可是升了3级呢。公公辛苦了，这点心意您拿着喝茶。侯爷太客气了，咱家差点忘了，还有赏赐清单呢。就这点东西，这与清单上的数目何止相差千里？上面的意思你我都懂。清单上东西
至少被扣了一半。东家，我去问了，人家说剩下的还在路上。别问了，问就是永远在路上。算了，有青州总兵的官印就行。二狗，皇上给我设了监察御史衙门，手底下缺人，能不能调几个得力干将来帮我？黄老才不能动，青州这一大摊子离不开他。黄满仓行，有他爹3分精明，带兵决断比他爹还强。鼻涕包是金丹战力，京城适合他。就是这小子练家，撵都撵不走。我来。你们2个过来。司马大人在京城缺人手，我打算派你们俩去。是，东家。东家，我不去，京城太远了，我要留在蛇溪村。好男儿志在四方，京城才是能让你一展所长的地方，比窝在这里强。那我干几年就回来。行。东家，我去京城干几年就回来。快走吧，再磨蹭赶不上去京城报道了。玉英田养出来的崽子，总算能派上用场了。恭喜钟永侯得到陛下赏识，从此平步青云。同喜同喜，恭喜夏青天，从此无官一身轻，能好好休息了。唉，我就命苦了，皇上把这么多担子压在我身上，好悬没给我压垮。可惜老夫还有个刺史的闲职在身，不能终日在田间地头打转。巧了，我也不爱做官，只喜欢种庄稼。看来你我志趣相投啊。手脚都有实体，不是神识化形。犹记得上次夏大人来，本官请你吃了一顿当地特产米贡琼浆。夏大人当时还夸那米贡琼浆喝起来如饮甘露，清甜浓郁，终生难忘。流沙郡那个米贡琼浆，滋味甘美醇厚，确实是难得的佳品。下次我再来做客，你可不要小气。老夫还要痛饮800杯。哈哈哈哈哈！一言为定，到时候你可别推辞啊。夏大人，今日就此告辞。欢迎你来我家做客，你最喜欢的米贡琼浆肯定管够。一定一定，你只管备好米贡琼浆，滋味不醇厚，老夫可不喝。以前架在这里的灵弩，全被夏明远送给妖人了。侯爷，库里还有几十架灵弩，是从妖人那边缴回来的，全搬上来，重新装填好，缺的我再想办法。王富贵，过来一下。东家，有什么吩咐？跟我来。东家，你的书掉了。我什么都没掉。可是东家，我刚才亲眼看到你身上掉下来的。我说了，我什么都没掉。这是灵弩炼制图谱，还有阵法刻录详解。东家，多谢。东家，法趣生意这2年越来越好，
炼器工坊每年的进账比矿场还多。让富贵把手下的炼器师分一批出来，专门打造灵弩。灵弩，那可是军国重器。青州边境所需灵弩缺口太大，只能自己造。是，属下这就去安排。丁老魔那边暂时拖着，先把边境防务补齐。灵弩一架，就算有人想搞小动作，也得掂量掂量。东家给的盘缠足，咱们在京城也能过个肥年。干了！干！要是有东家烤的闭眼灵牛肉就好了。没出息，刚到京城就想家。等开了年，司马大人给咱们派了差事，咱可得好好干，不能给东家丢人。一哥，小蛾子，这么晚还没睡？刚准备睡，听到门外有动静，就出来看看。你二狗哥给你捎了不少好东西，进去看看。这件是专门给你的，冬暖夏凉，一年四季都能穿。底下还有几瓶丹药，都是咱俩现阶段用得上的。你哥虽然嘴上不说，心里挺想你的，什么时候回去看看他？过完年再说吧。过完年，你打算怎么做？我已请示过陛下，年后从中州开始，一个县一个县推下去，按三阳郡的模子来，每年只收一次田赋，不得加赋。建武道学堂，让平民子弟也能参加武举，严格执行大周律法。好是好，但阻力不会小。遇到困难尽管说，我能帮的一定帮。多谢齐王殿下。司马大人，咱们先去哪个县？中州，从最近的县开始，先选一个县做试点，只收一次税，建学堂，严执法。听起来跟在三阳郡差不多。对，就是那一套。李二狗把三阳郡变成了天下最富有的郡，我们要让整个大周的百姓都富裕起来。一哥，我看他们是不会来了，咱们自己吃了吧。这么大一桌菜，凉了就不好吃了。别乱说话。司马大人，我们县太爷的小妾今日生产来不了了，特令老奴前来告知，还请司马大人恕罪。我家老爷救急复发，来不了。我家太爷今日纳第18房小妾。都坐下，咱们自己吃。好嘞，我就说这么多好吃的，不能便宜外人。好吃吗？不好吃。那是装饰品，用来看的。李二狗带出来的人都跟他一模一样。坐。何人胆敢擅闯县衙，私自neu兵是造反！拿下！破门！住手！我是朝廷命官，就算我犯了罪，也得有海捕文书才能抓我。经查，望京县令赵哲贪污救灾粮100万担，贪没朝廷赋税，折合零食500块。纵使家奴行凶，打死卖豆腐的孙二郎，强占孙二郎之妻，以1枚铜板强买玉器店3块灵玉，共58条罪状，哪一条都足够将你抄家问斩。那又怎样？我上头有人，你动不了。请御赐斩龙剑。此乃隆兴圣皇帝信物，先斩后奏，皇权特许。封存所有账册和仓库，逐一查验。望京8大家族，咱们一家家拜访。既然姓酒不吃，那就吃罚酒。
全部拿下！十恶不赦，判斩立决！午时已到，行刑！好，杀得好！对，杀得好！这些狗贼死有余辜。阿姐，你可以瞑目了。爹啊，你为什么不再等一等？等到了司马大人，你也能走得安心些啊！刀下留人！来晚了，全杀了！看好了，一文钱都不能少。一哥放心，谁敢偷我一巴掌呼死他！直接全部上交，流程繁琐，难以精准保障地方急需。这些物资留着，将来用于整顿吏治与民生改革。从今天起，官府出租的田地只收20%地租，其余赋税全免。大人，真的只收20%？绝无虚言。灵矿、灵田收归官府，收益一部分上交，一部分建学堂，供你们的子孙读书修炼。司马大人，属下定不负所托，把他们培育成才，任重道远。属下定当全力以赴。这块石头是公的还是母的？这倒霉玩意儿把我整成这样，狗都不吃。小黑，别吃啊，会犯错误的。唉，行，吃到嘴里的打死不吐，跟我一个样。小黑，你可别乱来啊！你要是难受，我让雨山陪你玩。你不要过来呀！你冷静一下！小黑，不要啊！别舔了，救命啊！误会了，原来是要传承秘术，禁神术，温养越久威能越大，打中敌人就能让对方失去战力，连比我强的都能削弱。小黑还传了神识小刺，无形无迹，最适合阴人偷袭。谁呀？传秘术就传秘术，干嘛非要舔我一脸？吓死爹了！几百道一笔都不能错，太难了。神识刺倒是入门快，无形无质，没有法力波动，居家旅行必备。小黑太康修了，试不出效果。 1、2、3、5、7、9、4、5、6，搞错了，再来。 1、2、3、7、6、9。
居然能直接穿透体表防御，神技啊！哼，我给你烤头，闭眼灵牛。傻兄弟，真好。好久没借过别人东西了，再不露两手，修仙界还以为我李二狗金盆洗手了。又长长了一点，再吃一阵子丹药就能完全恢复了。二狗一定会很开心吧？出关了，那头蠢驴非要去打青州，现在肯定被人族灭得一干二净，还没被灭掉。吕将军可是吃了败仗。禀老祖，吕将军确实败了。果然如此。但是吕将军打败了夏明远，把夏明远打得重伤逃窜，最后才被司马懿的红眼邪术打败。吕将军打败了夏明远。吕将军虽败犹荣，妖人大军主力尚在，还在万妖国占了一大块新地盘。大鹅，我有一粒特别猛的丹药，你敢不敢吃？敢啦！辛辛苦苦炼制出来的丹药，哼！真想见我，就做表现。成了。修为怎么还跌了？筑基后期变中期了。你别反抗，我看看丹田之海。哦，3尺宽，翻了1倍多啊，还不错，勉强入流。我还有一粒，要不要？二狗，你看，我的腿完全长好了。好看吗？嗯，好看。二狗，你觉得什么样的女子最好看？我从小就觉得，只有你这样的女孩子最好看。骗人！你故意哄我的。我说的每一句话，都是发自内心的。我就喜欢有8条腿的女子，那些3、4条腿、10几条腿的，我都不喜欢。你总喜欢讲这些奇怪的话，也不害臊。我都是发自内心，坦坦荡荡，没什么好害臊的。听说你以前很喜欢黄老财家的二闺女。